1982年，我掏空家底娶女神回来，不到3个月，老婆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直到后来我创业成功，身价1000万，可老婆却偷偷将我所有财产转移给儿子，将我从公司踢了出去。李大宝，我告诉你，刘小伟是我和隔壁老王的儿子，当初之所以会着急嫁给你，就是被他搞呆了肚子，让你当个接盘侠。现在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滚！我受不了这个打击，引发心梗，被活活气死了。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刘丽丽一家人。再睁眼回到了1982年，我被刘丽丽骗来山洞的那一天。好热呀，怎么还有人在扒我的裤子？我起身一看，刘丽丽正在扒我裤子。丽丽，你先等等。怎么了？难道你不想要我吗？就是今天，刘丽丽将我骗来山洞，等到2人脱光衣服，田素娥再带人来抓个现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当接盘侠，而且还要讹天价彩礼。刘丽丽捂着自己有些发疼的脸颊，直接蒙圈了。李大宝，你……刘丽丽，收起你这副浪荡样子，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说完，我便朝山洞外走去。我知道田素娥马上带人就要来了，要是被刘家屯的村民给堵在这山洞，那就百口莫辩了。眼见我就要离开了，刘丽丽一把抱住了我的大腿。大宝，我就是喜欢你，所以才会这么做的。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也有我，今天你就要了我吧。刘丽丽，你以为我傻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母女打的什么主意，恐怕你母亲现在正带人赶过来吧。到时候他们将我抓个现行，逼我马上娶你，还要给你家天价彩礼，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呸！随后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不对啊，我和母亲的计划，李大宝怎么会知道？难道是田素娥长舌头，提前泄露了？糟了，要是李大宝不娶我，那我这肚子可就瞒不住了。一想到这里，刘丽丽疯了一般朝着家中跑去。我此刻满头大汗，满脸焦急不已。我现在要立马赶回家中，按照前世记忆，大姐生命危在旦夕。来到院子，我看到父母忧心忡忡。大宝回来了啊！我听村里人说你去刘家屯去了，你跟丽丽好上了，整个公社都知道，他们家的彩礼要的可不少啊。什么彩礼？爸妈，我压根就看不上那刘丽丽。你看不上丽丽？先前你不是还说过，整个清水公社，你最稀罕的就是丽丽，娶不到丽丽，你宁愿跳清水河。大宝啊，是不是丽丽妈要的彩礼太多？你跟爸妈说实话，咱们老林家是穷，但不管多少彩礼，我和你爸都会想办法给你去凑的。妈，不是因为彩礼的事，是我瞧不上刘丽丽。真的，大宝，你没有说违心的话吧？真不是为了彩礼。真的，刘丽丽那种女人就不配进我们李家的门。大宝回来了。或许是院子里的动静太大，躺在屋里休息的李迎春捂着肚子走了出来，她的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汗水。大姐，你……大宝，这钱是我结婚后攒的，一共120块8毛2，你拿着娶媳妇。看到这钱，我彻底绷不住了，前世的我好混账，大姐肚子都痛成那样了，我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将钱给接了过去。大姐，这钱你收回去，我都说了，我不会娶刘丽丽的，用不着钱。大宝，你就算不娶丽丽，终究以后也是要娶媳妇的，快拿着，留着以后娶媳妇用。大姐，我以后会自己挣钱娶媳妇的，你别操心，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病，走，赶紧跟着我去县里医院。说完，我便拉着大姐朝门外走去。胡闹，我就是肚子疼，缓缓明个儿就好了，咱庄户人没那么金贵。我不由分说，扛起大姐就朝外走去。这一幕将李大山和徐凤英都看呆了。混小子，赶紧将我放下来，我没事，真的不用去医院。爸，你赶紧去二叔家将那辆28大杠接过来，我带着大姐要去趟医院，大姐的病等不得。行。大哥，这28大杠不是不想见你，只是这车挺贵的，要是摔坏了咋办？一听这话，我怒火中烧，扛着大姐便朝着房后走去。二婶，我要是摔坏了你家的自行车，我赔你一辆新的。哼，大宝，你嘴皮一张一合，说的倒是轻巧。你小子知道一辆28大杠值多少钱吗？还摔坏了赔一辆，你赔得起吗？王桂梅，既然你这么说，那行，你住的房子还是我爸帮着盖的，你现在掏钱来。今天这自行车你要是不借，信不信等我从县城回来，一把火给你将这房子点了。听到我说完这话，王桂梅立马脸色一正。行，这次自行车就借你了，但事先说好，要是将自行车给摔坏了，你小子给我赔辆新的，而且仅此一次，以后别来我家借东西。说完，王桂梅一转身，扭着身子回屋去。我骑着自行车带大姐去了医院。1个小时后，大姐从手术室内推了出来。小伙子，幸好你将病人送来的及时，要不然的话可就麻烦了。谢谢大夫。我听了医生这句话，激动得热泪盈眶。重生之后，我终于改变了大姐的命运。不过，对于我来说，这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还要让家人都过上人人羡慕的好日子。此刻，大姐也听到刚才主治大夫的话，心中一阵后怕。她本来以为自己只是普通的肚子痛，没想到竟是阑尾炎。大宝，谢谢你。说什么？你是我姐，血浓于水，什么谢不谢的？
姐夫刘大成得到消息后，急匆匆赶来医院，听了李迎春的讲述之后，刘大成跪在地上。要是你姐有个3长2短，让我和狗蛋可咋过？我连忙将姐夫搀了起来。姐夫，你来了就好，手术费我已经付了，一共花了48。大夫说大姐年轻，住个2天院就可以出院了，剩下的交给你了。我今晚就赶回去，跟爸妈报个平安。刚到家门口，母亲徐凤英便迎了上来。大宝，你大姐咋样？没啥大事吧？妈，没大事，就是阑尾炎，大夫给做了个小手术，2天后就能出院了。我姐夫在那照看着，你放心便好了。我爸呢？你爸去娘娘山抓野鸡去了。妈，你说啥？爸去娘娘山抓野鸡去了？这有什么问题吗？妈，我去山里给我爸搭把手。我说的云淡风轻，心中有些抓狂起来。前世就是今天晚上，父亲李大山为了给我凑彩礼，所以才抹黑上山抓野鸡，不小心掉进了别人挖的陷阱中，摔断了腰椎。这么大的娘娘山，去哪里找父亲？对了，前世父亲就是跌进了后山那边的陷阱中，那是不是我只要找到后山的陷阱，等着父亲就行了？想到这里，我立即迈开步子，朝着后山奔去。约莫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爹走了过来。大宝，你怎么在这？爸，我来山上帮你搭把手，没想到迷路了。一个孩子在山里还能迷路，瞧你那出息。对了，你大姐咋样了？大姐好着咧，就是动了小手术，过2天就能出院了。没事就好，契合一下，我去那边下个夹子。爸，那边你可千万去不得，那有好几个抓野猪的陷阱。你小子扯谎吧，这一片我前2天还来过呢，哪有什么陷阱？你要是不相信，自己瞧瞧吧。李大山顺着光亮望去，果不其然，有好几片的土有翻新的迹象。谁这么缺德，在这挖野猪陷阱？这要是人掉进去怎么办？李大山骂了一嘴，不过他的心中却是一阵后怕。爸，咱们将这陷阱毁了，省得有人掉进去。上一世就是因为这几个陷阱摔伤了父亲的腰，我把陷阱毁了，挖陷阱的人肯定会跳出来，到时候我便能知道究竟是谁干的这缺德事。我俩毁了陷阱后，便朝着山下走去。不过在经过其中一个埋铁夹子的地方，竟然听到了一阵阵扑棱声。没想到晚上刚下上不久的铁夹子就夹住了一只大野鸡，瞧这野鸡的样子，大约有3斤多重，筋个儿真是走了狗屎运了。等我们拎着野鸡回了家，都快深夜了。重生之后，前妻为了让我当接盘侠，竟不要彩礼，我却果断拒绝。李老年，你给我滚出来！谁呀？大清早有啥事？李老年，你个老瘪三！我问你，后山的野猪陷阱是不是你毁的？他奶奶的！原来前世挖陷阱害了父亲的家伙是赵大强这个王八蛋。赵大强，你他娘的还敢来找门子！你个缺德玩意，偷摸在后山挖陷阱，没差点将我摔死，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李大宝要是掉进我挖的陷阱里，这是要是真的闹大发了，整不好要往外掏钱。赵大强见情况对自己不利，扔下一句狠话便撒腿跑了。大宝，赵大强可不好惹，整不好会报复咱们。妈，放心吧，他要是真的敢找事，我肯定不会饶他的。早饭过后，我便拎着昨晚上抓的野鸡往公社走去。本来我想着将这野鸡留着自己家吃了，给二妹和小妹补补身子，但是转念一想，不如将这野鸡卖了，然后割上3、4斤猪肉，买上2斤猪大骨，吃起来更合算。由于去公社最近的路要路过刘家屯，我心中虽然有些膈应，还是拎着鸡快步向前走去。与此同时，刘丽丽正拉着田素娥准备一大早去趟李家屯，打算告诉我只要能尽快娶了刘丽丽，彩礼减半，甚至不要彩礼都可以。两人刚走到村头，便看到我手里提着一只野鸡，正朝他们迎面走来。素儿，昨天被你赶走的姑爷，今个儿又主动上门来了，看这架势是要负荆请罪来了。肯定的，丽丽长得多俊啊，李家屯那小子怎么会舍得呢？素了，一定要3转1响32条腿哈，这要是成了，太风光了。合着李大宝这小子说话当放屁，还对我家丽丽不感兴趣，就他那尿性，怎么可能？嘿，什么东西？一会还是要好好拿捏一下这小子。我就知道李大宝在我面前就是一条狗，只要我勾勾手指，他肯定会屁颠屁颠的跑到自己面前。大宝，你是来向我道歉的吧？你说来就来吧，还带这么大的野鸡。神经病，谁是来给你送鸡的？你他娘的算哪根葱？李大宝，你个小兔崽子，你刚才说什么？我告诉你，就你这穷孙样，想要娶我家丽丽，是你老李家祖坟里冒青烟了。你他娘的不是来道歉，拎着野鸡来我们刘家屯干嘛？田素娥，你还要不要脸？我拎着野鸡是准备去公社，关你什么事？我今天再说一遍，就算是全天下的女人都死绝了，我李大宝也不会娶你闺女。李大宝，我1分钱彩礼不要，这总行了吧？丽丽，你疯了？1分钱彩礼不要，岂不是白白便宜这小子？刘丽丽，我再说一遍，哪怕是倒贴上门，我都不会娶你，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说完，我便大步朝着公社走去。要卖野货？对，你给个价吧。这野鸡我收的多了，都是1块5一斤，你这野鸡看起来称死也就4斤重。这样吧，我也不称了，就算你最高4斤，给你6元钱怎么样？怪不得陈友谅在公社被村民背地里喊成8匹呢，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冤枉他，故意将价格压低，然后再装作一副很仗义的样子，给你个高价。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瞬间陈友谅有些急了。今儿个遇到行家了，
兄弟，怎么说走就走啊？那这样吧，我就吃点亏，1斤算你1块8，怎么样？2块1斤，少1分，我都去县城自己找人卖了。要不是现在家里没有自行车，我也不会将野鸡卖给陈有亮。行，2元就2元，今天就当是我交你这个朋友，以后你要是再弄着别的野货，还往我这送。说完，我便转身朝着供销社走。一进门，便看到二叔李大海立马转过身去。二叔这是觉得我家穷，害怕我开口跟他借钱。大姐，给我来2斤猪肉，2斤大骨头，还有4斤猪板油。一听到我来供销社买肉，李大海立马转过身。没听错吧？我大哥家大仇债，还能来买肉车？大姐，再给我来10斤酱油，2斤醋。大宝啊，今个是什么大喜日子啊？你整这么多肉？二叔，这有什么的？你真是少见多怪，以后我们家会顿顿有肉吃。说完，我便走出了供销社。偏还顿顿有肉吃？你小子真敢说，也不怕塞了石头。我月20多元的工资，家里每月也就能吃2顿肉。这小子张口就说天天吃肉，怎么可能？回到家里，母亲徐凤英愣住了。大宝啊，你这是？妈，我把野鸡卖了，买了这些东西。你看二妹和小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多吃点肉怎么行？小妹李云秋跑了回来。大哥，这些肉是要送去丽丽姐家，还是留着咱们自己家吃？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抱起小妹。傻丫头，大哥为啥要将好吃的送给别人呢？这些肉专门是留着咱们一家人吃的，尤其是给小秋吃的。太好了，今天我们家也能吃上肉了。等我再见到小光哥，跟他说小秋也有肉吃，让他天天说我们家穷，一辈子都吃不起肉。小秋，以后小光再这么说你就跟他说，咱们家以后天天吃肉，馋死这个混小子。大哥，真的吗？我们家能天天吃肉吗？二叔家也就1个月能吃2次肉。当然了，大哥答应你，以后每天都吃肉好不好？好啊，以后小秋天天都有肉吃了，气死小光哥。妈，你咋还哭了呢？你难道不相信儿子刚才的话？相信，可大宝啊，咱家要攒钱给你娶媳妇的，哪能天天吃肉啊？再说咱们这家底也吃不起。妈，放心吧，我以后娶媳妇会自己赚钱的，家里的钱我肯定不会动半分的。你儿子要靠自己的本事赚钱。说完，我便朝着门外走去，重生回到80年代。我捞河里没人要的田螺吃，村民嘲笑我狗都不吃的田螺都馋，殊不知我靠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大闪家这小子整这些破玩意干嘛？肉烧的可怜不是啊，吃起来一股骚腻腥味，咕了吧唧的，有这力气还不如抓几条鱼呢，炖上一大锅，香喷喷的。不会是整了喂鸡吧？不过大山家穷的好像也没养鸡啊。听到村民的奚落声，我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些家伙根本就想不到袋子里这些不起眼的田螺能给我带来多大的收益。回到家里，我立即开始制作麻辣田螺。小妹，你来帮大哥捡这些螺子，我给你做肉吃。好啊。不一会，肉香味飘散在整个小院里。大哥，好香啊！闻着锅里的肉香味，小妹嘴角的哈喇子都流了出来。小妹，别着急，等骨头炖好了，先捞一块给你吃。凤英妹子，你家做什么呢？这么香，好像是炖的肉骨头。凤英嫂子，你家发财了？发什么财？是大宝这小子非要吃肉，今天去公社买了点骨头，估计这会正在家炖呢。哎，年轻人不知道过日子的辛苦，大骨头多贵啊！买大骨头的钱，不如买点粮食，能吃半个月。大宝还是大小子，以后娶媳妇还是要攒彩礼的。凤英妹子，我可是听外村的人说，大宝这次的亲事黄了，就是因为给不起人家女娃彩礼。怪不得吃大骨头呢，这是要破罐破摔呢。哎，这年头长得好有什么用？没有像样的彩礼，一样打光棍。这些老娘们还真是嘴碎。我立刻冲出了家门口。桂英婶，谁说我是因为给不起彩礼黄了亲事？来，你告诉我外村谁说的，我上门去撕了他的嘴。人家外村都是这么说的，要不是因为彩礼，你咋跟刘丽丽那么好的姑娘分了呢？刘丽丽是好姑娘，桂英婶，就算她再好，我也不稀罕。你要是觉得她好，让你家春生娶啊。大比这混小子说的不错，春生也要娶媳妇了。刘丽丽在10里8村都是一枝花，摊上这么个漂亮儿媳妇，我脸上也有光。大宝，你还别说，这刘丽丽你娶不上，便宜了我们家春生了。说完，张桂英便朝着家中跑去。大宝，张桂英就是那样的人，你也别往心里去。再说了，在婶子看来，刘丽丽不嫁你就是眼瞎。我看出母亲内心有些自责，说道：妈，你干啥呢？我跟你说，我跟刘丽丽吹了真不是因为彩礼，我是打心眼里看不上她，我以后肯定要娶个城里姑娘。娶城里姑娘，你小子！第二天凌晨4点，我便带着麻辣田螺出了门。我昨天便打听好了，这几天村里生产大队要安排牛车去县城拉肥料，所以我便想着蹭了生产队的牛车。等到了县城，我便让旺财叔将我在煤矿门口放了下来。这时候天色已经开始微微放亮，煤矿夜班的工人已经开始出警了。虽然江源煤矿里面有食堂，但并不是免费的，并且煤矿食堂的菜品就那么几样，煤矿工人早就吃腻歪了。各位大哥，买不买无所谓，可以试吃一下哈。这不就是合理的罗吗？小子，你是想钱想疯了，弄这些个玩意来卖，这
这玩意难吃得很，再香些都是弄来捣碎了喂鸡的。小伙子，你要是想赚钱，整点下酒菜，哪怕演个芥菜丝，肯定也很受欢迎。就是下井一晚上，大老爷们谁不想喝口老酒解乏？要是弄点下酒菜，我保准买。各位大哥，你们都别愣着了，反正是吃，又不要你们的钱，都尝尝看。众人犹豫了一下，片刻之后，带头的男子伸出手来，从碗里拿了一颗出来。哦，我的亲娘了，还真不错。老李，真的这么好吃吗？好吃，真他娘的好吃！这要是再喝上一口老酒，那别提多美了。其他大汉一听，纷纷伸手朝着碗中抓来，然后他们一个个也迫不及待将田螺扔进嘴里嗦了起来。下一秒，这些家伙的眼睛都直了。我的亲娘来，这么好吃！老子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田螺。有麻有辣，这要是就着下酒，嘿，简直再神仙了！小兄弟，你这田螺绝对是上好的下酒菜，咱都是大老粗。说话不喜欢拐弯抹角，你直接说怎么卖吧。1毛钱一大碗，我今天做了2大木桶，粗略估计差不多能有150万。这田螺在乡下有的是，根本不值钱，去掉其他成本，还能赚13元。各位大哥，我这个田螺1毛钱一大碗。国营饭店一盘炒土豆丝都要2毛钱呢，2毛钱在我这都能买2大碗田螺了，回到家绝对能美美的喝一顿。行，小兄弟，给我来2碗。大兄弟，给我1份。我也要1份，多盛点，冒姐哈。很快，2大木桶的麻辣田螺便卖了个精光。这2大木桶田螺一共卖了148碗，一共收入了14块8。没过多久，李旺财赶着牛车来接我。临近中午了，我们便到了清水公社。旺财叔，你帮我将2个木桶捎回去，我在公社还有点事，等完事了我去你家取木桶。接着我便往供销社走去，一进供销社，便看到李大海正在低头算账。大姐，再给我搁上2斤五花肉，2斤大骨头，另外给我来5斤大米，2瓶黄桃罐头。大伯，你这是不想过日子了？不过年不过节，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二叔，我就是买点吃食罢了，怎么就不过日子了呢？你放心吧，我们家不光要过日子，而且还要过得比谁都好。买好东西后，我便回到家中。大宝，你哪来的钱？娘，今天我将2大木桶的田螺全都卖了，1毛钱一大碗，整整卖了快150万。啥？2大木桶田螺全都卖了？城里人怎都爱吃那玩意？娘，不是城里人喜欢吃，是你儿子我做的好吃。娘，下午你还出工吗？夏天队里活少，下午我就不上山了。那感情好，下午你跟我一起去河里弄田螺行不？好。接着我便带着母亲朝着清水河走去。这一次有了母亲的帮忙，捞得格外快，捞了大约2个时辰，便盛满了4个袋子。今天的数量是昨天的2倍了，要是明天全卖了，大约能卖300碗，收入就是30块，干上1个月，收入便能上千了。不过我约莫估算了一下，江源煤矿最大量也就是400-500碗了，毕竟煤矿上千人，不可能天天都买，所以我决定以后将田螺量控制在300碗左右。很快，我和母亲把田螺搬回家中。妈，你帮我把这些田螺清洗一下，我去厨房做菜。今晚上咱们请彭叔他们来家吃饭。很快饭菜就端上了桌，李大鹏他们一家也都到了。大山哥，这玩意不是河里的臭螺丝吗？就是这个，只是大宝做出来的味道还不孬嘞。大鹏叔，尝尝我做的田螺味道怎么样？李大鹏有些疑惑地夹起一个田螺，放进嘴里一嗦。大宝，这田螺味道真不错。大鹏叔，实不相瞒，今天咱们吃的五花肉和大骨头都是靠这麻辣田螺给挣出来的。这玩意还能卖钱？千真万确。大鹏叔，今天喊你跟婶子来，是想着让大壮跟我一起干这个营生，活也很简单，就上午去清水河捞田螺，下午我从城里回来，咱俩一起捡海螺尾，1天2元，怎么样？大宝，你说多少？1天2块？对，就是1天2块。天哪，1天2块，那1个月就是60啊！李大鹏不可思议地望向杨艳红，1个月60块，比城里的工人挣的都多。爹，我愿意跟着大宝哥干这个营生。行，大宝，让大壮跟着你，我们放心着呢。只是1天2块钱，给的太多了。大鹏叔，2块钱一点也不多，等以后干大了，我会给大壮涨工资的。以后还会涨工资，那日子可是越来越有盼头了。大鹏叔，这事就说定了。来，快啃大骨头。奇了怪了，大哥他们一家这是集体发疯吗？天天大骨头。昨天吃了不说，今天还请大鹏一家来吃。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按照他们这样的吃法，你就等着求好戏吧。不出3天，他们一家就要揭不开锅了。对，吃，等他们揭不开锅，我是一粒粮食都不会借给他们的。第2天凌晨4点，我赶着借来的牛车带着田螺往江源县城驶去。2个时辰后，我已经在江源煤矿摆好了摊位。由于昨天麻辣田螺已经传遍了整个煤矿，所以许多煤矿工人看到大门口的我，便立即围了上来。小子，给我1碗，给我来2碗，我尝尝究竟是不是跟他们那些家伙说的那么好吃。来，小子，跟昨天一样，1碗。不到半个小时的功夫，我带来的4大木桶田螺便被卖得一碗不剩。哥们，牛啊，真是好营生啊！来人叫王伟，是一个倒卖2手票的票贩子。运气好罢了。咋了，哥们？难不成怕我抢你生意？我没有说话，只是淡淡一笑。哥们，你放心，我可不是瞧人营生的主。再说了，就是让我干这个，我也干不来啊。
你这都有什么票？好嘿，哥们，你这是想要照顾我生意吗？不是我蠢，咱这什么票都有，大到电视机，小到粮食票，一应俱全。那给我来几张布票，另外月底帮我留一张自行车票。行，哥们，自行车票的事包在我身上。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点了点头，便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市人民医院走去。算算日子，今天大姐应该要出院了。大姐，这些桃酥和大骨头是给你的，你这刚动完手术，需要好好补补身体。大宝，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咱庄户人家身体好，我回去休息2天就行了。大姐，没多少钱。再说了，这些天我们在家里都吃了2顿大骨头了，这些你拿回去炖了好好补补。走，一起回去吧，我借了车。大宝，家里哪来的钱让你们这么吃？你不会将爹娘给你攒的娶媳妇的钱给花了吧？没有的事，这钱可都是我自己赚的。我也没有隐瞒自己卖麻辣田螺的事情，简短讲述了一遍。我的天哪，没想到河里那不起眼的抽螺丝竟然能卖这么多钱。对，不过这营生干不长久，最多1个月的时间吧，很快便会有人跟风。啊，这么挣钱的营生只能干1个月？没事，大姐，这个营生干不长，我还有别的营生。大宝，以后有什么好的营生喊着我也要多挣点钱，让你姐和狗蛋以后过上好日子。好的，姐夫，眼下就有个好的营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干？大宝，你快说是什么好营生？爆米花。听到我说出这3个字，大姐和姐夫直接愣住了。他们2个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玩意。燃爆米花在70年代就有了，但也只是在一些县城才流行。大宝，你说的这个爆米花营生的确不错，可是那设备……大姐，设备的问题不用担心，我找人做一套。把姐夫送到家后，我来到了供销社。我刚走进供销社，却看到前妻刘丽丽还有田素娥和村长儿子李春生也在。看得出来，村长的老婆张桂英还真是去给儿子李春生说亲去了。只不过张桂英肯定想不到，这可是买1送1的买卖啊！她亲手送我一顶绿帽子给自己的儿子。春生啊，今个儿来供销社是给我们娘俩买花布吧？这供销社里新来了一份碎花布，要是做成裙子，穿上可就太好看了。来，给我将这碎花布扯上5尺。一旁的李春生听到，立马有些慌了。今天出门前，他娘张桂英一共就给他2块钱。便宜，我看不行就扯3尺吧。给丽丽做条裙子，剩下的你做条裤衩，怎么样？听到这话，田素娥顿时愣住了。碎花布裤衩，这穿出去哪有连衣裙风光啊？春生，做什么裤衩呀？还是做连衣裙好看，到时候你和丽丽成亲那天，我穿着去你们村，多给你长脸啊！你说是不是？便宜，要不然算了吧，今天我们就割肉，等改天我带你和丽丽去江源县城扯布，那里的布花样比这强多了。春生，江源县城等以后再去，今天就扯这碎花布，等这几天你家的彩礼一到，马上就要成亲了，正好你们成亲我穿个新衣服不是？田素娥便将怀中的碎花布递给售货员，让其开解。眼看这一幕，林春生有些慌了，伸手一把将那碎花布给夺了过去，低头不语。这一看就是那小子没有钱呐，本以为来了个大客户，没想到啥也不是。大姐，这块碎花布给我扯上6尺。大姐，麻烦你再给我割1斤五花肉，4斤板油。对了，再给我来上10斤酱油。李大宝啥时候变得这么有钱了？就刚才他买的这一堆东西，起码近10元了。春生，这好不也给我割上5尺，再来2斤五花肉。对了，家里酱油也没了，再给我打上2斤酱油。便宜，今天出来的匆忙，我就带了2块钱，要不然这碎花布就不扯了，先割肉。田素娥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你说你第一次上门就带这点钱，真是的。我买好东西便回到了家里，刚进来便看到院子里4袋子的田螺。大宝哥，你回来了。干得不错，这是今天的工钱。一时间，李大壮望着眼前的钱，激动得浑身颤抖。行了，别看了，快拿着。好的。翌日清晨，我一大早便做好了4大桶麻辣田螺，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县城走去。然而，就在我刚支好摊子的时候，一个中年男子带着几个保安走了过来。小子，做生意做到我们煤矿大门口来了，你胆子不小啊！小伙子，这里是煤矿食堂的厨师长张大庆。看起来肯定是我卖麻辣田螺太火，让煤矿食堂眼红了。你小子还不识好歹，上给我将这桶里的玩意儿倒地上！大白天在煤矿门口吵什么？马厂长，这小子在我们煤矿门口卖臭螺丝，我担心工人们吃了不卫生，万一拉肚子可就影响工作了。果不其然，马厂长听了张大庆的话，眉头微微一皱，而我也终于想起来了，眼前这男子应该就是江源煤矿的厂长马国辉了。不过这马厂长也算是时运不济，在江源煤矿辛辛苦苦干了大半辈子，没想到一次矿难造成了40多人死伤的严重后果，被追责问刑，2签了入狱。算算时间，那场矿难好像就在今天发生。马厂长，江源煤矿今天下午要发生爆炸，40多人死于非命。小子，你少胡说八道！我们江源煤矿在马厂长的英明领导下，那可是蒸蒸日上。马厂长，我并未危言耸听，江源煤矿井下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要是不及时处理，整不好今天下午便会发生瓦斯爆炸。
小子，你什么意思？不让你在煤矿门口卖这臭螺丝，你竟然咒我们煤矿瓦斯爆炸是吧？马厂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来我们江源煤矿找茬的，哥几个还愣着干吗？给我将这混蛋撵走！马厂长，您一定要相信我，你们煤矿的瓦斯检测设备出了故障，让安检人员重新换一台检测设备试试便知道了。另外，煤矿新采购的一批开关也存在质量安全隐患。李大宝怎么会知道这些情况？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小子，你他妈越说越离谱了！为了卖几桶破螺丝，居然都敢编排起了我们煤矿的瞎话来！哥几个，快点将这小子给撵走，要不然的话，还不知道接下来说出什么混账话呢！马厂长，这样吧，你现在就派人检查一下我刚才说的瓦斯检测设备和新采购的开关质量。要是我说的不对，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眼见我说的如此斩钉截铁，马国辉原本还有些疑惑的心终于动摇了，他立马转身朝着煤矿走了进去。马厂长，你还真地！眼看马国辉相信了我的话，张大庆气得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而我则是趁着这个时间赶紧卖起了田螺。半个小时之后，马国辉再次朝着煤矿大门走来，在他的身后还跟着几个男子。好，这是要干啥？这么煤矿的几个领导都来了。小子，一会儿我看你咋收场。马厂长，我这就将那小子给扭送到派出所，让他胡说八道，竟然敢胡烂我们江源煤矿，一定不能饶了他。你瞎说什么？没事回你食堂做你的饭去。小伙子，这一次多亏了你，刚才我亲自去查看了检测设备，谁知道还真的是指针有问题，换了新的检测设备，瓦斯已经超标了，还有新换上的电器开关也的确是存在质量缺陷，有漏电的风险。现在我已经安排井下的矿工撤离了，开始加大通风，排空井下的瓦斯。另外那些不合格的开关也在抓紧更换，还有采购处的主任，后面我也会严查。我的天哪，还真是瓦斯泄漏了！要是井下真的发生了瓦斯爆炸，那后果……幸好提前知道了，要是没有检查的话，咱们江源煤矿可就完了。我的个亲娘来，还真的让这臭小子给蒙对了。马厂长，没出事故就好。对了，小伙子，你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马厂长，我有一个朋友就在咱们煤矿上班，是他跟我经常说瓦斯检测设备的指针老是不同，所以我猜测或许是检测设备出了故障。嘿，谁知道还真的被我给说对了。至于电器开关，是采购的临县电器厂，不瞒您说，那家电器厂我恰好去干过2天，所以知道那批生产的开关有问题。哦，原来是这样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你的提醒，才让我们江源煤矿躲过一劫。小伙子，来，中午就别回去了，我让食堂加2个菜，在这吃点。马厂长，一会我还有事，饭就不吃了。你看大伙儿都喜欢吃我做的麻辣田螺，要不然的话，让煤矿食堂平时也做这道菜吧。这小子有点意思啊！煤矿食堂增加这个田螺是可以的。这样吧，让食堂每天帮你代卖。马厂长，我可不想白白占咱们煤矿的便宜，我想要的是合作共赢。这样吧，我将麻辣田螺制作法子告诉煤矿食堂，然后我就只管供货。我卖的这样1碗是1毛钱，这1碗的重量大约是2两。那已经处理好的田螺，我就要2毛5，您看怎么样？马国辉听了之后，赞许地点了点头。1斤处理好的田螺，这小子只收2毛5，按照他的卖法，他只拿走1半利润，剩下的1半利润是煤矿食堂的。如此一来，食堂也能有利润可见。好，那就按照你说的办。张大庆，一会就学习下麻辣田螺的做法，然后每天早上接收田螺。好，马厂长，您放心吧，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做。眼见马国辉走了，张大庆从包里掏出1包大前门，举到了我的面前。小兄弟，以后在江源有事您说话。我张大庆虽然只是江源煤矿的一个厨子，但在江源这个地界还是有点薄面的。我也没再跟张大庆计较，接过大前门，便将麻辣田螺的制作方法述说了一遍。约定好一切之后，我便准备赶着牛车回家。哥们，牛啊，你都搞定了马厂长？对了，麻烦你帮我个忙，你之前是江源县机械厂的，那你帮我做个爆米花的设备不难吧？放心吧，这个东西简单，包在我身上。这个是材料费，至于你的工钱，等完事之后请你喝酒。哥们，瞧不起人呢，这钱我可不要，材料我用机械厂的边角料就好了。等完事你别忘了请我喝酒。交代完后，我便赶着牛车回了家。一进门便看到李大壮已经将4袋子田螺放在院里。大壮，从今天开始，每天要捞8袋子田螺。陈大宝哥，这是干啥？不是说好的1天2块吗？以前你捞4袋子田螺，现在加量了，所以我多给你1块。大宝哥，这可使不得，1天2块，别说8袋子了，就是我从早到晚泡在清水河都成。眼看李大壮说啥都不要额外的1块钱，我也只好作罢。不过经此一事，我倒是感觉李大壮是个好苗子，不贪心，干活还舍得下力气，以后自己事业干大了，大壮肯定是个好帮手。行，那等以后赚了大钱，我给你分红。重生回到80年代，我靠卖没人要的臭田螺赚得盆满钵满，却惹二叔一家眼红。这又是谁家炖肉？此刻李小光跑了过来。娘，我也要吃大白兔奶糖，要吃猪大肠。吃什么吃？你爹还没发工资呢，哪里还有钱买这个？一记响亮的耳光过后，李小光哭得更凶了。人家小秋都能吃大白兔，你不是说大伯家都是穷鬼吗？可是小秋说他们家天天吃肉。
李大宝的钱怎么还越花越多呀？似乎李大宝这几天都是驾着牛车去的供销社，这其中肯定有猫腻。还差娘，明天你别下山了，跟队长请个假，好好盯着大哥家屋子，看看他们究竟干啥挣钱的营生了。翌日清晨，我便趁着天黑，赶着牛车带着几袋子田螺赶往县城。早上7点多钟，我便到了江源煤矿大门口。来了，李老弟，就等你田螺下锅了。5袋子田螺过称后，总共200斤，按照昨天谈好的价格，1斤2毛5，总共是50块。出了煤矿之后，我并没有立即回村，而是赶着牛车朝着清水公社赶去。我卖麻辣田螺的消息肯定隐瞒不了多久，说不定过几天村里便会有人察觉到了，那时候肯定会有人来跟风。所以我要制作一个假象，我后面这一桶麻辣田螺要在清水公社卖掉，这样他们就不知道我给江源煤矿供货的事。坏姑娘！光天化日之下，竟敢耍流氓！小子，别多管闲事啊！我们正在处对象呢。楠楠，不要闹了，你走着回去怎么行呢？许茂山，你嘴巴放干净点，谁跟你处对象呢？我们只是同事关系而已。大哥，我叫赵秀楠，在清水公社支教，你这是赶着牛车去呢，能捎我一段路吗？我就是清水公社的，你要是不嫌颠得慌，就上来吧。眼看赵秀楠要上牛车，顿时许茂山气得火冒三丈。他暗恋赵秀楠有1年多了，也是清水中学的体育老师，可赵秀楠死活都不答应做他女朋友。小子，我再警告你一次，少他妈管老子的闲事，要不然信不信我打得你满地找牙？我前世特意学了点拳脚功夫，重生之后我还没试过呢，正好拿它练练手。好，小子，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塔，大哥，饶命啊！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小子，你他妈给我等着，老子饶不了你。给你惹麻烦了？没事，这家伙在我眼中算不上麻烦。对了，你真的是清水公社的吗？我是清水公社李家屯的，我正好要去赶清水大集，先送你去学校。大宝，你这大木桶装的是麻辣田螺呀？江源也有这个吗？你吃过这玩意？对，2年前我跟着家人去南方吃过这个东西，还有麻辣小龙虾呢，那味道也很不错。可惜江源这个地方小龙虾少得可怜。看来赵秀楠家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见识这么广，甚至还去过南方。赵老师，你要是喜欢吃麻辣田螺，一会到了学校给你写。好的，我可以买。另外，大宝，能不能不要叫我赵老师？我看咱俩的年龄差不多，你叫我秀楠或者小楠都行。好的，赵老师。什么啊？刚刚不是秀楠？这还差不多。很快，我便赶着牛车来到清水公社。大宝，反正我今天请了1上午的假，回去也是在宿舍待着没意思，要不然我跟你一起赶一下清水大集吧。来清水公社这么久，我还从来没有赶过大集呢，顺便我帮你卖麻辣田螺。我听到赵秀楠这么说，也就没有反对。新鲜好吃的麻辣田螺呀，5分钱一碗。我之所以在清水大集上一碗只卖5分钱，那是因为乡下人手里真的没有几个钱，他们庄户人不像江源煤矿的工人舍得花钱。瞧一瞧，看一看，可以免费试吃。一听免费试吃，很快便有人主动伸手尝了一下，谁知道这些试吃的家伙连连称好，大家立马开始掏钱纷纷买了起来。春生哥，刚才有人说麻辣田螺很好吃，你给我买1碗吧。好，既然丽丽想吃，我们就买。李春生和刘丽丽2人已经扒拉人群挤进来了，2人定睛一看，没想到卖麻辣田螺的竟然是我。难怪你有钱去供销社买东西呢，原来是卖这玩意挣到钱了。丽丽，这东西太脏了，我听说里面还有什么寄生虫，吃了之后窜稀是小事，整不好小命都没了，还是不要吃这玩意。走，我们去供销社买大白兔奶糖吃。眼见许多人都购买麻辣田螺，李春生故意说道。果不其然，李春生的话一说完，许多原先要购买麻辣田螺的顾客立即有些犹豫了。乡亲们，我就是实话实话，这田螺真的吃不得，大家有这钱，还不如去买糖吃。这时候，围观的人群已经有人附和李春生的说法，立马也开始说田螺不干净。见此一幕，刘丽丽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神情。李大宝，谁让你家天天吃肉？我要让你的破田螺卖不出去，看你拿什么买肉吃。乡亲们，大家不要听他们2个胡说八道，这麻辣田螺在南方早就有了，可是一道名菜，在湘江那边的饭馆里，一盘至少要5毛钱呢。赵秀楠的话一出，顿时原本骚动的人群变得静寂下来。这不是清水中学的赵老师吗？赵老师可是城里人，肯定见多识广，想不到这不起眼的田螺在湘江还是一道名菜呢，5毛钱一盘。既然小赵老师都这么说了，乡亲们还等什么？买！5毛钱一盘，咱们5分钱就能买到，太值了！大宝，给我1碗，尝尝湘江有钱人的知识。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赵秀楠短短几句话，更加引起了人们的购买欲。很快，一大木桶麻辣田螺全都卖完了，而一旁的李春生和刘丽丽却是气得脸色铁青。这是我提前给你留下的，你拿着回学校吃。等周末不上课时，我请你吃饭。
妈的，老子比他李大宝差哪了？他居然能找个城里姑娘处对象。刘丽丽有些急了，她径直走到牛车前。李大宝，你跟那女老师什么关系？我跟秀楠什么关系？关你屁事！李大宝，你和赵秀楠告别之后，我便回到了家里。大宝哥，你回来了，这8袋子田螺我都已经捞好了。好，累了吧？先谢谢。接着我便掏出2块钱递了过去。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便赶着牛车带着处理好的田螺朝江源县走去。来到江源煤矿，过完称后，一共卖了52块钱。张哥，感谢你这么照顾，请你抽烟。大宝，这个就不必了，毕竟这事情主要是马厂长的功劳。马厂长是马厂长，这大前门是弟弟请你抽的。对了，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马厂长很有可能会离开江源煤矿了。前世马厂长在江源煤矿发生矿难之后，便直接被刑拘了。可是这一世，我明明已经帮助马厂长将这一场惨痛的矿难给提前避免了，怎么马厂长还会离开江源煤矿呢？要是马厂长真的离开煤矿，那我的田螺生意整不好就要黄了。张哥，马厂长为何要离开江源煤矿？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但似乎是身体的原因。马厂长已经2天都没有来上班了。身体原因是马厂长害了什么疾病？一想到这里，我便决定去马厂长家里拜访一下他。10几分钟后，我便到了马厂长所在的小区。你是？那个阿姨好，我叫李大宝，是清水公社李家屯人，我就是来看看马厂长。那你进来吧。是小李啊，你来了，我可能真的要从厂长的位子退下来了。我前几天查出了高血压，数值高了太多，这都2天了，还是没有降下来。医生说了，要是数值再降不下来，我只能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了。我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病，没想到竟然是高血压。前世我步入中年，也得了高血压，后来一个老中医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血压便成功降了下来。那个方子我可还记着呢。马厂长，我有个中医方子，对治疗高血压非常有效。一听这话，马厂长直接愣住了，他似乎对我的话不大相信。小李，我这吃了医生开的药2天了，血压都没有降下来，你那个方子……马厂长，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今天下午我就去给你整这药，等明天我给你送来，你喝喝试试。眼见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马厂长也没有再坚持，反正就是一味中药，就算是喝了也喝不坏。离开马厂长家，我便来到了清水中学职工宿舍。好小子，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不是想要打我们学校女老师的主意？各位，这家伙一看就是个奸恶之辈，肯定是想着来耍流氓呢。大家一起上，教训这小子一顿。李老师，你们在干什么？秀楠，这小子可是私闯你们住处的流氓，我们先教训他一顿，然后送他去派出所。秀楠，我告诉你，千万不要被这个乡巴佬给骗了。他今天鬼鬼祟祟来老师宿舍，想要耍流氓，被我们给逮住了。赵秀楠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秀楠，你真的认识这个家伙？对，这是我朋友李大宝。徐老师，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不好意思啊，不请自来，给你添麻烦了。秀楠，你不是想去爬山吗？今天我正好要去娘娘山采几味草药，一起去吗？好呀好呀，我来清水公社2年了，还一直没有去过娘娘山呢。秀楠，你要去哪里啊？我要和我朋友出去玩。何晴，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李大宝，他是何晴，跟我一样，也是来清水公社支教的老师。我记得前世的时候，这个女人还来勾引过我，而且这女人非常有心机，听说前世害惨了她的一个好朋友，该不会是赵秀楠吧？秀楠，我们走吧。大宝，你认识那些药材吗？我从小就在这娘娘山下长大，对于娘娘山的药材很熟悉。好在运气不错，在不远处发现很多药材，我全部把它们采了下来。秀楠，累了吧？我们去那边坐一下。然而就在我们休息的时候，不远处传来了异样的声音。强哥，别这么猴急嘛！等等，这刘丽丽怎么私底下和赵大强在一起？那她肚子里的孩子难道是赵大强的？原来我上一世养了18年的儿子，居然是赵大强的。对了，强哥，你别忘了答应我的事情。当然没有啊，不就是教训李大宝那臭小子吗？不过那小子近期有些邪门，挺能打的。那怎么办？强哥，你不会因为打不过李大宝那混蛋就不帮我了吧？要是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被你白占便宜了？好，丽丽，别生气了。虽然李大宝那小子是有些邪门，但是教训不了他，可以想别的办法。强哥，你想要怎么做？李大宝不是有个在清水中学念书的妹妹吗？我教训不了他李大宝，难道还教训不了那小丫头吗？等趁着那丫头放学时，半路将她拉到苞米地里。强哥，你好坏啊！16、17的孩子也不放过。那你要是真的欺负了那丫头，不怕被抓呀？丽丽，你就放心吧，我到时候蒙住那丫头的眼，戴上手套，一点痕迹都留不下。到时候就算是报了案，也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没想到前世欺负小妹，害死小妹的畜生竟然会是赵大强。前世我找了20年都没找到凶手，原来凶手就在我们村里。这一次我要让你赵大强血债血偿。大宝，要不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报警抓赵大强吧？不行啊，现在我们去能说什么？说他们2人搞破鞋吗？赵秀楠微微一怔，峨眉立马皱在了一起。
现在没有直接证据，就算帽子叔叔来了，赵大强也压根不会承认。明天我会先去买上一辆28大杠，每天接送二妹上学。至于刘丽丽，我会在她结婚的时候亲自送她一份大礼。第二天卖完田螺后，我便找了王伟。有自行车票吗？我想整辆28大杠。票自然是有，不过我们厂有个家伙最近缺钱，有辆新买不久的28大杠要转手，不知道你有兴趣吗？新买不久的，要是没啥问题，那自然感情好。行，要不然你跟我去瞧瞧。半个小时后，我们便来到了江源机械厂大门口。哥们，这是高阳，就是他想要卖自行车。高阳，我打量着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男子，脑海中突然闪现过前世的一幅画面。海东省首富，九阳科技董事长。没想到20年后，海东商界大名鼎鼎的高老板，现在只是江源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员工。你好，我听阿伟说你要买自行车。对，你好，我叫李大宝，很高兴认识你，高阳先生。我一句先生直接给他整不会了。哈哈哈，大宝，你这整的有些跟外国人似的。我这辆自行车刚买了不到1个月，要不是家里出了点事，肯定是不舍得卖的。高大哥，这辆28大杠你准备卖多少钱？刚才王伟跟我说了，既然你们关系不错，我也不会要的太高。当初我买这辆自行车花了180块，现在你给我150就行了。高大哥，150块价格真心不高，成交。接着我便从兜里将准备好的钱掏了出来。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高大哥，能方便问一下，你家里出了什么变故吗？或许我能帮你呢。高大哥，能方便问一下，你家里出了什么变故吗？我父亲在下班途中出了车祸，可是发生车祸的地点位置太偏僻，所以发生车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目击者。虽说捡回了一条命，却成了植物人，如今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所以我才动用了变卖自行车的念头。现在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抓到那个撞到我爹的司机，那样的话医药费才能有着落。高大哥，你也别太难过，慢慢找，说不定能找到那个司机。这个年代出车祸的事情太多了，但只要没有目击者，想要抓到肇事车辆太难了。对了，高大哥，你父亲出车祸的地点是在哪里？就在县粮仓附近的那条小路上。县粮仓好像就是在1982年发生一起严重的盗窃事件，当年这个案件可是轰动了整个江源县，是粮仓的管理看守人员跟外面的人里应外合，几乎是搬空了县粮仓。后来这些家伙曾经在粮仓附近还撞过一个行人。高大哥，我想我应该知道撞你父亲的司机是什么人了。不是，大宝，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会知道撞了高阳父亲的司机是谁？你们两个不用这么看着我，我真的知道撞了伯父的司机是谁。这样吧，我们现在立马去一趟江海公安局。很快，我们骑着自行车来到江海公安局。高阳，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父亲的事故，我们交通队肯定会追查到底的，你一定要耐着心，不要着急。王叔，我这次来不是催促你们交通队的，是有些事关撞人司机的线索。线索？你找到了什么线索？王叔，是这位大宝兄弟说有线索。王队长，你知道前段时间县粮仓被盗的事情吗？我们交通大队就在公安局内，肯定是知道这个事情的。不过这都过去好几天了，刑侦那边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大宝，粮仓被盗跟我父亲的案子有关系吗？王队长，我之所以会提到粮仓被盗的案子，就是因为高阳父亲就是被这伙盗粮仓的家伙撞的。你说什么？高哥是被盗窃粮仓的家伙撞的？不是，小伙子，就算是你说的对，那现在刑侦那边也没抓到那帮盗粮仓的小偷啊。是，我知道刑侦那边还没有抓到他们，可是我知道是谁盗的粮仓。小伙子，你该不会是逗我们玩的吧？刑侦那边都没找到盗粮仓的线索，你怎么可能知道呢？王队长，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其实我是目击证人。那天凌晨5点左右，我赶车去江源煤矿送田螺，正好走到粮仓附近，远远看到一辆东风牌大卡车从粮仓内驶了出来，没开多远，我便听到一道尖锐的刹车声，紧接着东风牌大卡车便立马停了下来，我还以为是卡车出了什么故障，所以就没有逗留。现在想来，肯定是那东风大卡车撞了人。小伙子，这么说那辆肇事的东风大卡车车牌你肯定也记下来了吧？没有，当时天太黑看不清楚，没有车牌号，就算知道撞人的是一辆东风大卡车，那也无异于大海捞针啊。是啊，小伙子，不说全国了，就是整个海东省，东风牌大卡车也有上千辆啊，我们交通大队就是累死了，恐怕也查不完。王队长，你们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虽然我没有看清楚那大卡车的车牌号，但是我就无意间看到了一个人站在粮仓门口偷摸观望着那辆大卡车。什么人？那个人有什么样貌特征？外貌特征，前世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这个家伙的照片，但是上面却有这家伙的名字和粮仓职位。不过我自然不能说的那么清楚，否则会被怀疑。当时因为天还没放亮，所以我并没有看清楚那家伙的样貌。不过我倒是听到粮仓里还有人喊了他一声，好像喊的高副主任。我的话说完，王志刚便急匆匆地走了出去。高副主任，一个粮仓里也就一个主任，2个副主任，自然知道这人是谁。高大哥，我已经将自己了解的信息全都告诉了王队长，接下来只要抓捕高副主任，很快便能知道肇事司机的信息。不过我今天还有事，要快点赶回去。大宝，你有事就先回吧，我在这陪着高阳，反正你明天还来江海，有消息再跟你说。离开江海公安局后，我来到清水公社。大侄子，你这田螺的生意这么赚钱啊？我看了看二叔，
没有说话。大侄子，你看哈，你二妈在家除了上山挣个工分，也没什么事。要不然这样吧，让你二妈也去清水和捞田螺怎么样？捞了田螺之后给你，然后你帮着卖去江源城。当然了，大侄子，二叔也不能让你摆出脸，等年底送你自己怎么样？二叔还真是精明啊，还让我帮他卖田螺，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哪个蠢货会将自己的生意分给别人呢？何况还是一个让我前世很讨厌的人。我二妈自己能捞田螺，那就让她自己往城里送去吧。说完，我便不再搭理二叔，朝门口走去。不行，这田螺可是清水喝的，凭什么钱都被李大宝那小子一个人给赚了？回到家便看到李大壮和妹妹李英夏两个人正在捡着田螺尾。大宝哥，你买自行车了？以后你要是想骑的话，来推就好了。好，大宝哥，那我就不客气了。等赶明下午有空，我非要骑着自行车去清水公社转一圈不可。小夏，我买这辆车子主要是为了你。可是大哥，我不会骑自行车啊。我知道你不会，不过这个学起来也很简单。不过学自行车的事情先放在后面。我买这个自行车主要是为了送你上下学。上下学？哥，我们距离清水公社也就不到8里地的路程，走路一会就到了，用不着自行车啊。小夏，你别问为什么，大哥肯定是为了你好。从明天开始，你上下学我骑车接送你。当然了，早上我的时间来不及，那就让你大壮哥送你。那好吧。大壮，你没问题吧？当然没问题了，不就是骑车送一下吗？来回不用半小时，耽误不了多少事。交代完这件事，我长吁一口气，重生一世，我一定要保护好小妹。不过赵大强这个狗东西，我是绝对不会轻饶的。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我就一定要想个法子，将这王八蛋彻底给解决了。第二天，我依旧赶着牛车带着田螺往江源县城驶去。我还根据前世的配方制作了可以降低高血压的药物，打算卖完田螺之后给马厂长送去。到了江源煤矿，已经是上午7点多了。田螺过称后，拿到了53块钱。对了，大宝，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张哥，啥事？是这么回事，我有个哥们儿在县棉纺厂干大厨，他们工人对食堂的饭菜意见很大。那天喝酒时便聊起了麻辣田螺，谁知这货听了后便也动了麻辣田螺的心思，所以他就想让我问问你，能不能每天也给他们送些。我跟你说，县棉纺厂的工人可不比江源煤矿人少。我本来这些天就想着抽时间去其他几个厂里转转的，希望能扩大一下麻辣田螺的市场，没想到机会竟然自己送上门了。大秦哥，放心吧，我们清水河的田螺可是不少呢，别说再供个棉纺厂了，就是再来2个厂子也够了。行，那你要是能供得过来，我等一会儿食堂不忙了，去告诉老孙一声。张哥，你跟孙哥帮了我这大忙，等啥时候你们有时间，咱们去国营饭店喝一顿。另外，兄弟，我也不是吃独食的人，等月底了，我给你跟孙哥都包个红包。李老弟，这样你就见外了。张哥，你也别多想，我就是给孩子包个红包罢了。说完，我也不给张大清拒绝的机会，赶着牛车朝着煤矿大门外走去。我知道，想要买卖做大，人情世故是必不可少的。茂山，就这么个小子你都对付不了，真是给哥们丢人呐！六子，你可别小看这小子，下手忒他娘的狠了。我看你小子就是身体虚了，就这么个小子，就算狠能狠到哪里去？一会哥几个都别动手，看我一个人就能打得他哭爹喊娘。乡巴佬，下车！你们是许茂山请来出头的？废话，乡巴佬，我听说你在清水公社挺狂啊！告诉你，许茂山是我吴六子从小玩到大铁哥们，你小子敢欺负茂山，就是不给我面子。不给你面子，合着你的面子能值几个钱？乡巴佬，看来今天不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哥几个都退后，别一会见到一身血。他奶奶的，哥几个给我抄家伙一起上！不远处，一辆自行车飞速驶来。好，王八蛋，敢在江源县动我哥们，活得不耐烦了。好，一群没义气的家伙！许茂山顿时有些慌了。大宝，这小子刚才嘴贱，我非好好修理他一顿不可。要修理也是我修理。李大的，李大呀，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就将我当个屁给放了吧。李祖宗，我真的不敢了。大宝，差不多就行了，要再打下去，别出了人命。许茂山，我再警告你一次，少来招惹我跟秀男，要不然的话，我绝对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李兄弟，这次多亏了你啊！昨天下午，王队长便带着人去查了县粮仓，果不其然，跟你说的一样，粮仓失窃的粮食就是那个副主任跟外人里应外合的。被抓之后，那家伙吓得全都撂了，也说出了拉粮食的东风卡车司机，所以昨天晚上就抓了那司机。我爹的医药费算是有着落了。那就好。对了，李老弟，王队长还让我向你转达谢意呢。你是不知道，因为这次王队长在你提供的信息下，才让警方破了这次粮仓的失窃案，所以上面已经决定让他担任江海警局的副局长了。对了，王队长说等有机会请你吃个饭，好好感谢一下你。高大哥，今天我还有事，吃饭的事情改天吧。等我请你们俩，咱们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离开之后，我便来到了马厂长家里。
马厂长，这2天感觉好些了吗？上午刚去人民医院量了一下，数值还是200多。医院的黄院长说了，我这种情况吃药应该是没啥效果了，只能在家里静养了。马厂长，你别灰心，只要你喝了我配的这几副草药，保准你的血压能降下来。望着我无比坚定的样子，马厂长点了点头，不过并没有当回事，只是认为我在安慰他罢了。这些草药可以服用5天，等5天后我再来看您。我说完便起身离开。回到院子后，李大壮急匆匆走了过来。大宝哥，不好了，出大事了！啥大事？难不成是你家的大黄狗跑丢了？大宝哥，是村里有人要抢我们生意呢。抢我们生意？可不是嘛！今天上午我去清水河捞田螺，你猜怎么着？后屋二婶领着好几个村民也在那捞田螺呢，而且他们一边捞还一边说着风凉话。我听了大壮的话后，眉头不禁微微一皱。我没想到二婶还真的打起了田螺的主意。大宝哥，我们怎么办？没事，就算全村人都去捞田螺，清水河里的田螺也够用。况且，要是他们捞了半天赚不到钱，还会继续干嘛？对了，大壮，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田螺需求量要翻倍。翻倍？那可是个大喜事啊！大宝哥，可要是弄那么些田螺的话，就我们2人恐怕……大壮，这个你放心就好。今天下午我就找人，按照目前的情况，先加1个人，后面看情况再说。那大宝哥，你找谁呢？村东头的英子姐。大宝哥，你不是开玩笑吧？英子姐可是个寡妇啊！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要是找英子姐，恐怕村里人……大壮，小时候春雷哥没少护着我们2个吧？现在他害病走了，撇下英子姐还有小米，日子过得相当艰苦。既然我们要找帮手，不找英子姐找谁？可是英子姐在村里的名声很不好，村民们都说她是狐狸精，勾引野男人。胡说，英子姐可是当年来村里下乡的知青呢。当年要不是跟春雷哥相爱，现在早就回城了。至于村里传她是狐狸精，我告诉你大壮，那都是村里有些基于英子姐美色被拒绝过的家伙传播的，他们不过就是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罢了。另外，从今天开始，你的工资1天2块涨到5块，英子姐我给3块，她主要负责在家里捡田螺尾，你负责去河里捞。5元，大宝哥，这也太多了。其实不涨工资也行。大壮，我赚钱了，自然也不会亏待兄弟。你记住了，田螺的生意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开盘小菜罢了。等下一个项目我们干起来，你1天赚100都不是梦。此刻听到我说的话，李大壮只觉得浑身头皮发麻，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1天100，那可是比城里工人1个月赚的都多。行了，快点回家吃饭去，正好我去趟英子姐家里，让她下午就来家里干活。重生回到80年代，我捞河里没人要的田螺吃，村民嘲笑我狗都不吃的田螺都馋。殊不知我靠他们赚到了第1桶金。很快，我便走到了村东头英子姐家门口，刚准备敲门，我便听到里面传来一阵争吵声。英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只要你从了我，以后大队的计分员就由你来干。村长李家川这个狗东西可真不是人啊！李家川，我方英就算是饿死也不稀罕做大队的计分员，你这辈子就死了这条心吧，给我滚出去！英子，你最好想清楚了，我是李家屯的村长，你都守了2年寡了，跟了我怎么啦？李家川，你个不要脸的老东西，放开我！李大宝，你个小王八蛋，还敢打老子！我打你怎么了？你个人面兽心的畜生，我废了你！好你个臭小子，居然敢坏老子的好事，你给我等着！说完他便撒腿就跑。大宝，刚才谢谢你。英子姐，我来找你是有正事。啥正事？是这样的，英子姐，我最近做了个田螺的营生，本来我跟大壮2人就够了，但现在城里要的多了，我跟大壮干不过来，所以想来找你帮忙。当然了，活不重，你就是需要在我家清理田螺就行了。捞田螺的事情有我和大壮呢，反正1天就这么些活，做1天我给1天的钱，大壮给5块，你是3块。英子姐，你觉得可以吗？方英听后都有些惊呆了，1天3块钱，那1个月就是90多呀。可是，一想到自己寡妇的身份，方英便有些悲伤。大宝，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要是帮你去做这个事情，整不好村里的人会说闲话的。放心吧，英子姐，就是干活而已，谁愿意乱嚼舌根就让他们嚼去吧，你赶紧吃口饭，完事来我家。说完，我便转身朝着门外走去。等他吃完饭，便赶忙来到了我家，跟方英介绍了一下田螺的处理方法，便拉着大壮朝着清水河走去。刚到清水河边，恰好遇到了拎着袋子的二婶杨桂梅。李大宝，你不就是靠着卖田螺挣钱了吗？这活我们也能干。是吗？那我祝你们发大财哈！说完，我便带着大壮朝着前方的河段走去。哼，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就是看我们要赚钱了，心里不自在了。麻辣田螺这个营生，他一个毛头小子做了都能卖钱，我们这群老娘们岂不是更加行？大宝哥，他们也都看上麻辣田螺的生意了，那我们……放心吧，我们主要是往厂子里送田螺，这可是稳定渠道，一般人还真的没有关系往里送。大壮，你就看着吧，就二婶他们明天肯定都挤破脑袋去清水大集卖田螺。你想啊，一个清水大集冒出5、6家卖麻辣田螺的，他们最后不打破脑袋，我就不信理。翌日清晨，我拉着平日里2倍的田螺，赶往江源县城。到了江源煤矿，
过完称后一共75元。李老弟，老孙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你直接去了棉纺厂找他就成。谢了张哥，改天趁着你们放假，咱们一起去国营饭店喝一顿。好，很快我便来到了棉纺厂。李老弟，你终于来了。孙哥，让你等急了哈，这是当兄弟给你的一点小小心意。李老弟，不用，这些东西你拿回去。哥，你别多想，你收我的田螺就是让我赚钱了。弟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这些东西你拿着，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过完称后一共87块。谢谢孙大哥，改天我约着张哥，咱们一起去国营饭店好好吃一顿。行。离开棉纺厂，我便赶着牛车朝着清水公社走去。今天恰好是清水大集，我倒要看看二婶他们的生意做得如何。田螺咋卖的？满满1大碗5分钱。啥？5分钱1碗？你这婆娘心真黑！人家那头几个卖田螺的不是4分钱就是3分钱1碗，你居然卖5分钱，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田螺2分钱1碗，清水大集最便宜的田螺哈，只要2分钱1大碗哈。天杀的那些臭三八！昨天捞田螺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大家都卖5分钱1碗吗？好你个王云芳，昨天大伙不是说好了吗？按照先前李大宝那小子卖的价格，5分钱1碗，你怎么能自己降价呢？就是大奎家的，你这事办的实在是太不地道了。大伙都来你家买田螺了，那我们喝西北风啊！我2分钱1碗怎么了？孙玲玲，刚才是不是你先起的头，喊的4分钱1碗？挠小芬，你还有脸说我呢？刚才哪个天杀的喊了3分钱1碗，一个个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还有脸过来指责老娘，都给老娘滚一边去！老娘今天就卖2分钱1碗，爱咋咋的。杨桂梅，你个杀千刀的，你摔我碗干嘛？看我今天我挠烂你的脸！很快我便来到清水公社，给我割2斤五花肉。小刘，今天也给我留出2斤上好的五花肉。李大哥，这还没有到发工资的日子呢，你咋割肉来？咋了？不发想割肉怎么了？我告诉你，小刘，以后我们家也要过上天天吃肉的生活。二叔这是以为杨桂梅现在也干上了卖田螺的营生，以后家里也来钱了。回到家，方英正在捡着田螺尾。你回来了。对了，英子姐，以后中午你也别回去吃饭了，就在我家吃点的了。中午在这吃，那不大好吧？英子姐，你就放心吧，你给我打工呢，我这老板管你顿饭怎么了？行了，就这么说定了，以后中午你就在我们家吃，反正就是多双碗筷的事，你来回起码要耽搁1小时呢。有这时间，你还不如多捡点田螺，不好吗？此刻，李大壮扛着田螺跑了过来。大宝哥，你知道我回来是看到什么了吗？后屋桂梅婶子好像跟于芳婶子打起来了，两人在村头对骂呢，好像是因为卖田螺的事。不就是骂个街吗？这有啥稀奇的？光骂街呢？你没看那2个婆娘的样子呢？浑身衣服都被撕破了，甚至裤衩子都露出来了。那什么大宝哥，我先回家吃饭。哎，大壮这家伙啥都好，就是感情上是个白痴，要不然的话，前世也不会被女人骗得团团转了，甚至被女人忽悠进了大牢。爹娘下工了，你们赶紧坐下一些，洗把手，咱们这就吃饭。对了，今后为了赶工，英子姐以后没啥事的话，中午就在咱家吃了。这样就不孬，省得英子还要回家去做饭，来回耽误时间。重生之后，我制作出可以快速降低高血压的药物。马厂长服用之后，高血压立马降了下来。小李啊，你还真是神了！自从喝了你给我的草药方，我这身体觉得一天比一天好。前几日我头晕的厉害，但现在完全好了。马厂长，这药方有效果就好，等我回去再给你配上2副，保管你喝了之后药到病除。对了，小李，今天是复查的日子，虽然我精神的确好了很多，但具体的数值还不清楚。这样吧，一会煤矿的车就来了，你要是没事的话，跟我一起去人民医院瞧瞧。好，小李，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煤矿上班啊？只要你愿意，我回煤矿就立马安排。来了之后，先给我当个秘书咋样？一听这话，我有些吃惊。要知道，在80年代，像马国辉这样的国营煤矿厂的厂长，在级别上那可是跟县委书记是平起平坐的，而能当上他的秘书，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多谢马厂长好意了，可我不能去煤矿上班。小李啊，这可是不可多得的一个机会，你怎么就？马厂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志不在此。马国辉微微愣怔一下，很快便笑着点了点头。原来如此啊，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是马某唐突了。马厂长，严重了。其实我只是想要过一种自己想要的生活罢了。很快，我们便来到了医院门口。黄院长，就是做个复查而已，哪能劳烦你的大驾？老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你来医院，我怎么能不下来看看呢？看你这神色果真不错啊，难不成真的是喝了那个草药方的功效？不错，自从服用了那个药方，我头晕的感觉便消失了，身子也觉得比以前轻快多了，所以今天过来测一下血压，瞧瞧是不是真好利索了。老黄，给你介绍下，这位就是给我开方子的李大宝小兄弟。这年轻小伙子会开药方，他不是骗人的吧？老马，至于这药方有没有效果，还等你检查完了再说吧。你要知道，有时候虽然感觉没啥症状，其实不是病没了。马国辉自然也是听出来他的意思，尴尬的笑了笑。老黄，要不咱们先检查再说吧。高压140，低压90。老马，恭喜你啊，这血压真的降下来了。
小李啊，这次多亏了你啊，要不然的话，这血压降不下来，可真要提前退休了。马厂长，你言重了，我也就是恰巧知道这方子罢了，本来也就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没想到还真的有效。小李是吧？怪我先前有眼无珠啊！没想到你小年纪居然能开出这么神奇的方子啊！不知道这方子，当然了，这药方我们医院也不白要。小李，你开个价吧。黄院长，这药方我可以给你们医院，可这钱我不能要。黄院长，刚才县委打来电话，田书记突发剧烈腹痛，让我们医院做好接诊准备。黄岐山的脸色立马变得凝重起来，毕竟县委书记突发疾病，他们医院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诊治。老马，你这高血压看来是没啥事了，我就先不陪你了。小李，药方的事情，等我们有时间好好谈一谈。说完，黄岐山便急匆匆地跑出了检查室。小李，我倒是觉得你好好考虑一下老黄的意见。依我看，老黄是真心想要买下你的中药方子。马厂长，我知道要是将这药方卖了的话，肯定能赚不少钱，但我并不想这么做。毕竟利用这个来赚钱，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反倒不如送给黄院长了，或许能医治更多的病人。听了我的解释，马国辉赞许地点了点头。在他的心中，我的形象又倏然间变高大了几分。然而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一名男子被推了进来，他捂着肚子，痛得额头冒汗。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起来了，前世应该就是今天，这位县委书记死在了医院，死因是突发心梗。小李，我们没事就走吧，别耽误黄院长他们诊治。马厂长，先等一下，我这还有点事。田书记，你这病没啥大事，应该就是腹部受凉了，一会上热敷，应该就好多了。对，田书记今天一大早就起来去北部几个公社搞调研工作去了，半路上在一村民家喝了半瓢凉井水，谁知道刚回家园县城，肚子便疼得厉害。那就是了，田书记肚子受凉，引起了肠痉挛，所以才会如此剧痛。不过只要热敷一会，等我再开点调理的药，肯定就没啥事了。听到这里，黄岐山等人这才长舒一口气。与此同时，田爱军脸上的痛苦神情也消失了几分。今天麻烦你们人民医院了，我现在觉得肚子已经好很多了，既然没啥大毛病，一会儿我县委还有个会，就先走了。等一下，小同志，你有事？小李，你这是干啥？田书记，你不能走，要是现在离开医院，不出半小时，你会死的。小李，田书记面前你怎么说话呢？刚才你不是也听到了吗？田书记就是因为腹部着凉了，引发了肠痉挛，这种毛病热敷一会便会缓解的。黄院长，你们医院诊断错了，田书记根本不是受凉引起的肠痉挛，他是因为突发心梗引起的腹痛。此话一出，顿时整个检查室再一次陷入寂静之中。要知道，这个年代心梗可是犹如猛虎野兽啊，死亡率是极高的。小同志，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啊！我从医30年了，心梗这种疾病也是遇到过很多次，但大多数患者都是胸前绞痛，可田书记胸前并没有什么不适，他只是单纯的腹痛罢了。再加上刚才你也听到了，田书记半路回来时喝了半瓢的凉井水，这很明显就是受凉引发的肠痉挛啊！黄院长，你要是愿意相信我的话，就赶紧安排急救车，亲自跟着田书记去上级医院，要不然真的就来不及了。按理说，诊断肯定不会出错的，但这小子可是凭着一副神奇的中草药方，便将马国辉那顽固的高血压给治好了的。田书记，我相信小李的判断，我现在就陪着你去上级医院。要是判断错了的话，我黄岐山愿意接受任何处分。黄院长，你糊涂啊？怎么还真的听信一个毛头小子的话呢？此刻，田爱军也是脸色凝重。说实话，他心中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不知道为何，田爱军突然产生了一种濒死感。好，那今天的会议先取消了，我就去一趟上级医院。很快，救护车便响起警报，朝着上级医院疾驰而去。小李啊，今天这事你做的实在是有些太冲动了。要是田书记没啥大碍，只是单纯的肠痉挛，那固然是好事。可是你就……马厂长，放心吧，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重生80年，许茂山为了得到赵秀楠，竟联合2审诋毁我。何晴、许茂山，你们怎么来了？这位是赵老师，我叫杨桂梅，来自李家屯，是李大宝的二吗？秀楠，我今天去供销社买东西，无意中听到杨阿姨是李家屯的人，我就向她打听了一下李大宝的为人。我听了之后倍感气愤，担心你被那小子给蒙蔽了，所以就带着杨阿姨来找你了。只要我帮许茂山诋毁李大宝，他就会长关系将我调回江源县。是啊，秀楠，我也觉得李大宝那小子有问题，满嘴跑火车不说，而且还很有心机。依我看，这家伙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抱上你的大腿而已。说起来，我跟李大宝认识的时间还真不长。既然这样，何不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一下？好，既然你是大宝的二妈，那就跟我说说大宝以前是什么样的。许茂山这小子可是答应过我，只要将李大宝的龌龊事讲述给赵秀楠听，就给我10块钱。这多轻松啊，就磨磨嘴皮子，便能赚上10块钱。1个小时后，杨桂梅这才气喘吁吁地闭上嘴。赵老师，你可千万不要被李大宝那家伙给骗了。我实话跟你说吧，这小子可会装了，可能在你面前他装的人模狗样的，暗地里那德行，
呸，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是他二婶。秀楠，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实在不想你被李大宝那小子给骗了。你说他有什么好？初中上完就毕业了，不就会投机倒把卖田螺吗？要不是现在上面不大管了，我非要将这小子给举报了不可。是啊，秀兰，我也觉得李大宝那人表里不一，有些虚伪。更重要的是，他一点素质都没有，毕竟连个高中都没上。听到三人如此贬低我，赵秀楠有些不乐意了。人家大宝没上高中怎么了？他可是答应我明年跟我一起参加高考呢。顿时许茂山三人都愣住了。啥？就李大宝还妄想考大学？赵老师，恐怕你不知道这小子当年考高中差了我儿子李大光多少分吧？整整200多分呢。就他这样的能考上大学，开什么国际玩笑？秀楠，所以我就说这小子能装。考大学的难度有多大，你是知道的。李大宝连个高中都考不上，还想着要考大学，我看回家烤地瓜还差不多。连个高中都考不上，那考大学的事情难道只是李大宝为了哄我开心随口乱说？赵老师，还有一个事情更让人愤怒，李大宝跟我们村一个小寡妇搞在了一起。更可恨的是，他们两人的奸情被村长发现了，结果李大宝那家伙恼羞成怒，将村长给打了一顿。赵老师，这是在我们李家屯都传开了，可不是我胡说啊。秀楠，李大宝就是个披着羊皮的狼，他就是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自己在村里跟小寡妇好上了，现在又来追求你，你可一定要擦亮眼睛。赵秀楠立马朝着门外走去。徐老师，今天这事已经算是成了，你看那钱。许茂山掏出5块钱。徐老师，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不是说好了10块钱吗？怎么就只有5块？那5块钱等他们两人真闹掰了再给你。行了，这没你的事了，自己走吧。杨贵梅一听这话，心中有些不乐意，骂骂咧咧走了出去。茂山，你就那么喜欢秀楠啊？我比他差哪了？你当然也不差，到时候你和秀楠我2个都收。你怎么会在这里？是特意等我？对，大宝，我有问题想要问你。你问。那天你跟我说明年一起参加高考，是真的吗？当然了，参加高考一直是我的梦想啊，怎么可能有假？那你现在开始准备了吗？大宝，你有把握吗？我要你如实回答。怪不得秀楠今天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原来她是有些担忧我明年的高考啊！我当然有把握了，秀楠，你一定要相信我。望着李大宝坚毅的眼神，赵秀楠点了点头。大宝，虽然你有信心，但还是要抓紧时间复习。要知道，距离高考也只有半年时间了，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一定要来问我哈。放心吧，秀楠，我一定会请教你的。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我听说你跟村里的女人。秀楠，我不知道别人跟你说过什么，但请你相信我，英子姐是个好女人，她当年嫁给了跟我关系好的一个大哥，只是嫁过去没多久，我那大哥便害病过世了，撇下英子姐和一个女儿。这么多年，他们孤儿寡母，生活一直艰难。这不，我田螺的营生又扩大了，所以想帮一下英子姐。听完李大宝的话，赵秀楠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大宝，我们赶紧走吧。不一会，我们便来到了供销社。大姐，给我来6斤鲜羊肉，3斤羊蝎子。说罢，赵秀楠掏出钱。秀楠，这顿涮羊肉我请你吃的。再说了，我是男人，哪能让女人花钱呢？怎么，李大宝还看不出来，你还是大男子主义啊？我可不是什么大男子主义，只是现在我有手有脚，还能赚钱。要是某一天我走投无路了，那时候我不介意吃软饭的。开饭喽！大宝，这是吃啥花样？李大鹏望着面前一桌子生的食材，有些蒙圈了。爹，这叫火锅，火锅就是一看就没文化，啥都不懂。好你个小兔崽子，跟着你大宝哥待了几天，就瞧不起老子是吧？看我回家不抽死你！对了，你们听说了没有？李春生的婚事提前了。艳红婶，李春生和刘丽丽的婚事改到哪天了？好像就改到后天了。听张桂英说，刘丽丽她娘找黄半仙算了算，后天结婚能飞黄腾达，一生富贵呢。什么飞黄腾达？恐怕就是刘丽丽的肚子要瞒不住了，所以田素娥便花钱收买了黄半仙，故意将婚事提前了。对了，刘丽丽这个贱女人还和赵大强约好了，结婚前一天晚上去村外的地瓜窖呢。第二天送完田螺后，我便来到了机械厂。大宝，我去煤矿门口一打听，说你离开了，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怎么这么着急？有事？没啥大事，就是高阳一直说要谢谢你，这不我们厂昨天发工资了吗？他就想着请你吃顿饭。维子，我还有个事要麻烦一下你。我便将火锅炉子的事说了出来。小意思，这炉子包在我身上。别锅锅。吼吼。人家想坐在哪儿吃便饭？嚯，你说在哪吃，咱们今天就在哪吃。小兔崽子，这座位我红梅看上了，你们他娘的有没有眼力劲？赶紧滚一边去，换个地方。王伟顿时不乐意了，疼的一声站了起来。听什么？这国营饭店是你家开的，你他娘的说在哪吃就在哪吃。那是当然，国营饭店的副主任是我爸兄弟，我许世界在这里想在哪吃就在哪吃。听到这话，王伟疼的一声坐下。这家伙居然认识国营饭店的副主任，了不起！怎么还不赶紧让开？难道非要我将国营饭店的副主任喊出来吗？徐厂长，这是咋回事？干嘛生这么大火呢？后老弟，我来你们国营饭店吃饭，我小红妹妹看上了这个位置，你说怎么办吧？侯学友眼睛微微一眯。
看向了三人。以前没在国营饭店见过他们，那就证明这些家伙都是兜里没啥钱的穷鬼。这位可是江源县酒厂的许世杰许厂长，你们怎么一点眼力劲都没有？赶紧给许厂长他们让个座。听到这话，高阳和王伟顿时有些怂了。大家都是来国营饭店吃饭，都就是你们的顾客，凭什么要给他们让座？小子，凭什么？就凭我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这里我说了算。你们3个人来我们国营饭店，一共就点了4个菜，加起来不到5块钱。人家许厂长来我们这，一瓶台子都比你们这顿饭钱贵。这饭我们都花钱了，国营饭店可是公家的地方，不是私人的后花园。他别说只是国营饭店的副主任了，就算是正主任，也没权利赶我们走。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说完，侯学友伸手就朝我打来。怎么这么吵？发生了什么事？小子，你他娘的敢动手打老子！瞧见了没？王副局长来了。王局长，你来的正好。刚才有人在国营饭店闹事，还敢动手打人，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动手打人？怎么回事？打人的家伙呢？ No， 就是那小子。王局长，我跟你说，这臭小子可神气着呢。今天无论如何，你都要好好治治他。王局长，我是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之前你在交通大队时，咱们见过一面，我可以给侯主任作证。这小子太猖狂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希望你们一定要严惩不贷。王志刚顺着侯学友指向的位置看去，顿时眉头皱了起来。你说他动手打你，所谓何事？这。王叔，我们本来在这好好吃饭，谁知道这2个东西不知道从哪冒出来，非要我们给他们让座。我们不让，就动手打我们。于是这东西便将侯副主任给喊了下来，赶我们走。小子，你别血口喷人哈！明明我是非常有礼貌的询问你，非常有礼貌，上来就为了自己的姘头让我们滚，这叫有礼貌？要不要让在座的各位给评评理？这小兄弟说的不错，就是那姓许的太霸道了，就是太他娘的不把人当人了。还有那个姓侯的，有点权利就了不起啊！侯主任，我看这一巴掌打得好啊！今天的事情我会亲自等刘主任回来处理。王志刚的话一出，顿时侯学友懵了。许厂长，你跟这位女士的关系不一般吧？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可是有老婆孩子的。听到这话，许世杰额头的冷汗都冒了出来。王局长，你误会了，这是我的秘书，并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酒厂还有个会要开，我先走了。说完，许世杰便朝饭店外快步走去。与此同时，一位50岁左右的男子走了进来。刘主任，你听我解释。解释什么？解释你好大的官威，随意将顾客往饭店外赶。你别以为平日里自己什么德行我不清楚，从今天开始，你去后厨帮忙，撤销你副主任的岗位工作。话音刚落，侯学友一头栽倒在地上。这位同志，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今天你们这顿饭免单。那就谢谢刘主任了。王局长，今天的事情辛苦了哈，公安局这么忙，还劳烦你亲自来处理。刘主任客气了，其实我是看到我这小兄弟的牛车才进来的。王局长，他是你小兄弟。刘主任，实不相瞒，李老弟可是我的大贵人啊。刘主任，你们饭店想不想增加一种新菜？什么新菜？不知道刘主任近期有没有听到过麻辣田螺这道菜？听到麻辣田螺4个字，刘正才立即眼睛一亮。我听说江源煤矿食堂有这道菜，据说还挺好吃，深受煤矿工人们的欢迎。难道李老弟会做这道菜？何止会做，这道菜本就是我教给他们食堂的。原来是林老弟发明的这菜啊！不知道林老弟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国营饭店？当然了，我们也不会让林老弟白教的。教麻辣田螺可以，不过我希望刘主任也跟煤矿和纺织厂一样，田螺由我来供货。那是自然，要不然我们饭店也不知道去哪里收这玩意。王叔，怎么了？刚当上副局长，这就愁起来了。一上任便碰到了桑河公社那起灭门惨案，领导要求3天之内必须将凶手捉拿归案。当年桑河公社那起灭门惨案可是轰动了整个江源县，好像是因为凶手偷拿大队的粮食，被受害者给举报了，所以这家伙便怀愤在心，半夜3更拿着一把斧子闯入了被害者家中，将其全家6口人全给劈死了。上级领导也是没办法，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家伙，要是不及时抓到，谁知道他逃亡过程中还会不会干出丧心病狂的事情来。对了，一会我就先回局里了。今天上午有人说在县汽车站看到过这家伙，整不好他已经逃出江源县了。按照我前世的记忆，那凶手压根就没有逃出江源县。这家伙后来被抓捕之后交代过，犯案之后他故意去县汽车站周围晃悠一圈，然后便逃进了娘娘山上。王局长，凶手绝对没有离开江源县城，他就在娘娘山内。李老弟，你怎么知道凶手没有出江海县呢？汽车站好几个人都说看到他上了一辆去临县的汽车。王叔，你相信卦术吗？实不相瞒，对于卦术我略懂一些。新婚夜前夕，男人给前妻送上一副大礼，谁料前妻感动至极。铁牛，大宝哥今天在清水和跟水见面了，我怎么远远看到是个女人呢？是刘家屯的那个刘丽丽。这个女人不是明天要跟李春生结婚的吗？她今天咋会来找大宝哥呢？我也不知道，不过我隐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听到了啥？好像刘丽丽说她明天就要结婚了，还有些话要对大宝哥说。他们2人好像约了今晚去村外的地瓜窖那里。
铁牛，你不会听错了吧？刘丽丽大晚上约着大宝哥去地瓜窖，怎么去那种地方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我听到清清楚楚，刘丽丽说的就是地瓜窖。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晚上去那种地方，谁知道呢？或许是怕被人看到误会了吧。嘿嘿，铁牛，你说大宝哥和那个刘丽丽不会趁着夜黑风高，在地瓜窖做出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吧？嘘，你可别乱说，赶紧回家吧。两人刚走，王桂梅就出来了。哼，李大宝眼瞅着是对刘丽丽余情未了啊！只要我将他们两人私会的事情告诉村长李家川，想必李大宝恐怕在村里就混不下去了。想到这里，杨桂梅得意一笑，立马朝着村长家跑去。等到李大宝回到院里，李大壮和李铁牛早已经等候多时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放心吧，大宝哥，那婆娘已经上钩了，我们亲眼看到她去村长家了。好，那今天晚上全村老少爷们有好戏看了。村长李家川得知消息后，带着一群人朝着地瓜窖走去。别管3七21，见人就打，打坏了算我的。一群人冲进地瓜窖，一顿乱打。王八蛋，居然敢做出这么伤风败俗的事情！给我打，臭小子！让你先前敢动手打我，老子这次就废了你！住手，家川叔，他不是李大宝。你个贱女人，事到如今还这么维护李大宝，看我不打死你！谁维护李大宝那混蛋了？老娘凭什么要维护那个没良心的家伙？此时，李家川突然反应过来，都住手，给我闪开！怎么是赵大强？我明明听到今天晚上跟刘丽丽私会的就是李大宝啊！村长，现在咋办啊？赵大强这混蛋要是醒了，不会找我们算账吧？对呀，还有他弟弟赵二强，这家伙也是个无赖。要是他知道赵大强被我们打伤了，恐怕……都他娘的一个个全是怂货，不就是个无赖吗？大家一起连夜送他们去派出所，到时候还不盼这小子蹲大牢。说完，李家川便招呼村民驾着赵大强和刘丽丽两人走出了地瓜窖。村长，今天这事吧，虽然我消息搞错了，没抓到李大宝那小子，但不管是谁，那都是给你家川生戴绿帽子啊！所以你看我家大光岁数也不小了，想着在村东批块宅基地。你还有脸跟我提宅基地的事？滚一边去！没看到老子正在忙着吗？明天我交代的事情都记住了吧？两人立即点了点头。放心吧，大宝哥，我们记住了。明天我们去清水和捞田螺前，保准将会让李家屯老少爷们都知道今晚的事。翌日清晨，送完田螺后，我便准备动身前往国营饭店，却遇到了马厂长和黄院长。老黄，我就说这小子应该还在煤矿，来这绝对能堵到。小李，这一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田书记的命就保不住了，而我们人民医院也……黄院长，只要田书记人没事就好。小李啊，你可真是大医医于事啊！不仅治好了老马的高血压，而且还救了田书记一命，简直是华佗在世啊！黄院长，您过奖了。说实话，我对医术什么的一窍不通。小同志，你谦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人民医院上班？我可以跟上级领导申请，可聘你来医院坐诊。黄院长，多谢您的好意，我这人真不适合上班。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卖我的田螺。老黄，路上我说什么来着？李老弟绝对不会答应去医院上班的。先前我都请他来煤矿给我当助理来，也被他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行，人各有志，既然你不想来医院工作，我只能表示遗憾。你既然在农村捞田螺，不妨也搞点中草药，到时候晒干了来卖给我们医院药房，你看怎么样？按照前世的记忆，改革开放的春风就要吹起来了。在这之前，我必须要攒够一笔钱。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光靠田螺未必行得通。要是能给医院供应中药草，那利润可是比田螺高得多。黄院长，我觉得这个可行，等我先回去弄几种中草药的样品带给你瞧瞧，要是可以的话，这活我干了。好，那我就在医院随时等你。对了，还有件正事我差点忘了，田书记醒来之后一直说想要当面谢谢你的救命之恩。黄院长，请你转告田书记，感谢就不必了，我也就是凑巧罢了，不必挂在心上。简单闲聊了几句之后，我便赶着牛车离开了。刚到国营饭店停下车，就看到高阳和王伟两个家伙走过来。大宝，你真是神了！昨天我回到厂子里，直接找了厂长，说我能解决那进口设备的故障，没想到你的方法还真有用。大宝，你这次可真是帮了高阳大忙了，我们厂长破例提拔他当了车间主任呢。高大哥升车间主任再正常不过了，瞧着吧，很快他都能干上机械厂的厂长。大宝，高阳都快干到厂长了，然而我还是一个普通员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必着急，先还是好好倒腾你的供应票吧。再过2个月，你就从机械厂辞职，哥们带你干一份大事业。大事业有多大？一天赚100块钱，你说大不大？多少？一天100，那一天赚的比国营厂长一天都要多。大宝，你说的不是开玩笑吧？真有一天能赚100的工作吗？当然了，这世上赚大钱的工作多了去了。你看我现在一天给3个地方送田螺，你知道我一天赚多少吗？多少？ 3家地方每天的货款有220多，抛去人工成本，每天净赚200元。
什么200元一天？那岂不是1个月就纯收入6000，2个月就成万元户了？不出意外的话是这样，但你们也知道，田螺这个东西是有季节性的，天一冷就干不了了。大宝，以后我真的能跟着赚大钱？当然了，我都说了，你再耐心等2个月，到时候我肯定带你一天赚上100。好，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新婚前夕，女人偷偷跟人打起了扑克，被发现后，不仅毁了容，还要退还彩礼。你们家刘丽丽就是个贱货，明天都要跟我儿春生结婚了，她竟然还跟赵大强去钻地瓜酱，真是不要脸到家了！今天你必须将我们家给的彩礼退回来。嘿，张桂英，是你们先退婚的，那彩礼凭啥还给你们？我们家丽丽可没提退婚的事，想要拿回彩礼没门。张桂英，你个杀千刀的，怎么不去洗？真是贱啊！明天结婚，头天晚上还跟野男人私会，真是不要脸到家了。谁说不是呢？这下倒好，听说林家屯那个野男人被打成残废，他也被毁了容，活该。就这模样了，还敢来供销社买东西？换作是我，头和洗了算了。听到众人的嘲讽，刘丽丽气得浑身颤抖。可自从她的脸被破了相之后，人也变得没底气了。恰在这时，刘丽丽看到来买东西的我，要不是田素娥非要天价彩礼，我现在早就跟李大宝结婚了。那样的话，我天天都可以来供销社买好吃的。田素娥，都怪你，我现在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我恨你。说完，刘丽丽便转身跑走了。很快，我便赶着牛车朝李家屯走去。刚到二叔家门口，就看到赵二强。杨桂美，你个贱人，给我滚出来！你个臭婆娘，疯了吧？去招惹他们兄弟俩，这下可好，以后连门都不敢出了。我明明听到大赵那小子说的是李大宝啊，怎么突然就变成了赵大强？很快我便朝家中走去。大宝哥，李春生被昨天晚上刘丽丽和赵大强私会的事情给打击到了，在家卧床不起，滴水不进了。李春生还是跟前世一样，走后一个。大宝哥，我按你说的，把宝亮叫过来了。前世父亲掉进陷阱后，就是李宝亮他爹李田发现给背下山的，所以这一世我要好好报答一下李田父子俩。宝亮，你以后就跟着铁牛上山弄药草，采回去分类晒干就行了，我按斤收。对了，大宝哥，咱们什么药草都要吗？原则上不论什么药草我都要。不过你们在采的时候，还是挑那些价钱高的，比如夏枯草5毛钱1斤，独角金1块2一斤。可蒲公英这种的虽然数量多，1斤只能卖1毛钱。听了我的话后，李宝亮和李铁牛连连点头。既然你们都明白了，那我们进山采药草吧。说完，我们便拎着袋子朝娘娘山走去。大宝哥，这深山里药草真多啊，采不完，根本采不完。是啊，大宝哥，早知道我回去多拿几个袋子就好了。不一会天就黑了，突然一道人影闪过。没想到赵二强还自己送上门了。对了，今天正好民兵搜山抓捕逃犯，正好解决他。铁牛、宝亮，你们跟我来，我知道那杀人犯藏在哪里了。大宝哥，你真的知道那杀人犯的藏身之处？我也不是100%确定，但是在这娘娘山中，我恰好知道有个极其难以发现的山洞。现在满山的民兵就没有发现那杀人犯的踪迹，我想最大的可能就是藏在那山洞中。先别高兴得太早，后面好像是赵二强的混蛋跟来了。靠，大宝哥咋办？那家伙想要跟我们抢功，要不然咱们先不过去了。抢功？那就让他去抢就好了，我们正好来个河蚌相争，渔翁得利。大宝哥，啥叫渔翁得利啊？咱们这是在山上，哪有什么打鱼的老翁？你个憨憨，以后能不能多读点书？大宝哥的意思是，一会发现杀人犯，让赵二强先上，等到他们2个打得两败俱伤，我们再动手。凭着前世的记忆，我来到了山洞所在的位置。黑暗中，我将手电筒对准洞口，看到了吗？那里有个隐蔽的山洞，我猜想那赶人犯肯定就躲在这里。既然你找死，就拜怪大爷，我不客气。走。我们现在就冲进去，抓住那赶人犯。看到我要行动了，赵二强窜了出来，朝着山洞跑了过去。都他妈待着别动，这山洞是我先发现的，里面的干人犯归我了。只听砰的一声枪响，惨叫声传来，我趁机冲了进去，一阵激烈的打斗，打人犯被一锄头撂倒。你们2个进来吧。大宝哥，你太牛了，这杀人犯拿着土枪，你都能撂倒。大宝哥，啥时候教我2手？那样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了。这是以后再说，一会人来之后，就说这赶人犯是你们2个进去抓住的，我没有参与抓捕。2人一愣，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你们2人将20斤白面和10斤猪肉给分了，明白不？要是王志刚得知是我抓捕的杀人犯，难免心中会多想，说不定那家伙会认为我肯定提前得知了消息，所以才会整个挂住来诓骗他。这时候民兵和公安便赶了过来。他就是要抓捕的那名凶犯。对了，这杀人犯开枪打中了谁？是我们村的赵二强。这混蛋想着独自抢功呢，于是便冲了进去，没想到这杀人犯有枪，他一进山洞便挨了一下。眼见大功告成，李大宝便招呼2人拎上蛇皮袋子，朝着山下走去。翌日清晨，我赶上牛车，便朝着江源县城奔去。等到了国营饭店时，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幸好我来得及时，要不然就追不上你了。咋了？你这是被狗撵了？你才被狗撵了呢！昨天高阳找了厂领导，说了麻辣田螺的事情，没想到厂领导同意以后让你往机械厂送田螺。小李啊，现在几个厂子可都能自己做麻辣田螺了，我们国营饭店损失可就大了。刘主任，没事，麻辣田螺这个损失，我可以教你们国营饭店一道同样受欢迎的小菜。是什么小菜？等这2天我带来你们尝尝。聊了一会后，我便准备回去。这时一道尖锐的刹车声响了起来。小李啊，你可真是神了啊！三河公社灭门案的凶犯还真在娘娘山被抓到了。
小李，你这卦术是哪里学的？天机不可泄露。前世王志刚被提拔后，便遇到一起抢劫银行的恶性案件，在抓捕过程中，劫匪引爆了炸药，当时王志刚牺牲了，好像就在这几天。王叔，你介不介意我再给算上一卦？当然不介意了，你说。王叔，接下来你们很可能会遇到一件大案，但在抓捕的过程中会出现意外，就好比在娘娘山抓捕那个赶人犯吧，你们事先也没想到这家伙手中有枪吧？我天，小李，你连杀人犯手中有自制的手枪都算出来？王叔，希望昨晚抓捕杀人犯的事情能给你们提个醒，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大意。说完之后，我便赶着牛车离开了。医院送来病人，医生却查不出病因，而我根据前世记忆拯救了上千人。小李，你来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省医院的刘副院长。刘院长，这位便是我之前跟你提起过的小李。小伙子，你学过医？刘院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学过医。小伙子，不诚实啊！你要是不懂这些，怎么能准确判断出病人是突发心梗而不是肠绞痛呢？我可是听说，当初就连黄院长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医师都没有判断出来。刘院长，那次的事情只是凑巧而已，我只是曾经看到村里有人曾经肚子疼，很快便胸口绞痛离世，所以才会猜想当时田书记是不是同样的情况。此时，一名医生急匆匆黄院长不好了，三河公社桃林村又送来了几名得怪病的患者。黄岐山疼的一声站了起来。刘院长，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此刻，病人浑身不停地抽搐着，嘴里还在痛苦地呻吟着。鬼，有鬼，不要来害我！刘院长，你怎么看这些村民究竟是得了什么怪病？经过我们医院的初步研判，很有可能是突然的传染性疾病，但根据现有掌握的传染病经验，不像是霍乱、疟疾之类的疾病，所以才上报室里，请您这样的传染病专家来瞧一下。黄院长，你们没对病人吃的食物、饮用水进行化验吗？已经采样化验过了，除了村民们常吃的食物里大肠杆菌有点超标之外，其他都很正常。传染病是有传染途径的，一般都是通过水、食物还有排泄物进行传播的。病人都没有咳嗽发热的症状，肯定不是空气传播的肺炎。那要真是传染病的话，究竟是怎么传播的呢？该不会真的跟村民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中邪了吧？什么中邪？这都是胡说八道。黄院长，并不是我胡说的，是去桑河公社采集样本时，村民们说的。他们甚至还跟我们讲过一个古老的传说。什么传说？他们说当年祖先迁到靠山村时，曾经得罪过山里的黄大仙，所以这次村民的怪病肯定是黄大仙索命来了。大夫啊，求求你救救俺家来人吧！你说前几天他还好好的呢，怎么现在都变成这副样子了呢？老黄，先用抗过敏的药物试试，再加上止痛镇定的药物保守治疗。黄岐山点了点头，在没有彻底弄清楚病因之前，他们也不敢乱用药。黄院长，我觉得先给病人灌一下鸡蛋清和牛奶试试。服用牛奶和鸡蛋清，这是……黄院长，你先按照我说的法子试试，看有没有效果。小伙子，你是不是看出了什么东西？不错，刘院长，我是看出了点问题。病人患的不是疾病，而是中毒了。什么中毒了？对，就是中毒了。前世桑河公社有几个村子的确发生过类似这样的怪病，直到进入90年代，专家们才发现这几个发病村子的地下居然有一处铜胎铅矿。当地的村民上山挖到后，便拿回家里当成装饰品，它元素便会进入空气中，久而久之，村民们一个个开始发病。小伙子，村民们到底是中的什么毒？先前他们服用的食物和水可都化验过了，并没有查出问题啊。刘院长，村民们中的不是普通的毒，而是一种重金属铊。我便将它金属的由来、中毒的症状给众人讲述了一遍。没想到这个他中毒如此厉害，那有没有治疗的药物呢？你刚才说的牛奶和鸡蛋清能管用吗？牛奶和鸡蛋清可以帮助病人尽快的将体内的铊给排泄出来，但想要彻底治好不容易，目前来说需要的药物国内都没有。前世治疗铊中毒的药物2003年才上市的，现在压根就没有。黄院长，我觉得此事你要马上上报县委。桑河公社那几个村的村民立马牵出来，同时对所有出现症状的村民服用鸡蛋清和牛奶导泻，要不然的话事情可就麻烦了。等到黄岐山忙完之后，已经是中午了。对了，黄院长，这是我采的药草，你看看如何？小李，这样成色的药草，我们医院大力收，价格就按照我们现在从外面的进价，怎么样？行，那就多谢黄院长了。谢我你就客气了哈。且不说上次田书记的事情，就这一次要真的证实了是他中毒，你可是救了桑河公社上千人的性命啊！对了，这马上都快中午了，你要不然在我们医院吃了饭再走。黄院长，我就不打扰了。按照我的估计，中毒的村民不在少数，不过好在还算发现及时，属于轻症。要是能早点服用牛奶和鸡蛋清进行导泻的话，应该能恢复过来。离开医院后，我便驾着牛车朝家中走去。大宝哥，你从县城回来了，咱们采的药草质量咋样？怎么着急了？那可不是，万一人家医院嫌弃咱们药草不行咋办？那这些天的力气岂不是白出了吗？你小子对咱们娘娘山的药草有点信心好吧？大宝哥，啥意思？难道咱们的药草过关了？那必须的。行了，我今后需求药草的数量非常大，
下午开始你就召集人跟你一起进山采，一会你按我给你的名单，帮我把人叫到后山来。半个多小时后，李宝亮带着几人便来到了娘娘山脚下。大宝哥，采药草真的能赚钱吗？那是当然，宝山应该将大致情况给你们说了吧？只要是药草，我全收。但大家伙采的时候，先紧着值钱的药材来。反正现在整座娘娘山都是我们的，还怕这些药草整腿跑了不成？宝山，来，这6块是你这2天采药草的钱。一时间，众人看到那一把毛票，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谢谢大宝哥。望着众人一个个羡慕的眼神，李大宝觉得效果还不错。别的话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伙采集药草后都先拿回家晒干，等干了之后再送到宝山家里过成算款。另外，我希望大家今后在村里统一口径，就说这药草不是我收的，而是宝山收的。我今天要说的就这么多，现在大伙就进山吧。最后嘱咐一句，一定要注意安全，要是进娘娘山深处的话，必须要3人作伴，而且天黑之前全部下山。要是被我知道你们不按照我说的做，就算采了我也不收。村民忍饥挨饿，黑金村长却靠着倒卖粮食整日大鱼大肉，我靠着前世记忆替村民讨回公道。铁柱哥，你是不是查出问题了？大宝，我按照您那天说的，查了这3年生产队粮食的收成记录，发现存在5万多公斤粮食缺口。李家川这家伙果然在倒卖村里人的粮食。大宝，这混蛋克扣了大伙这么多的口粮，不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咱们现在就拿着这些证据去李家川家里要个说法。李铁柱刚转身离开，便被我一把拉住了。铁柱哥，现在就算你去打他一顿又有什么用？等明天下午咱们一起去公社举报李家川，到时候他村长的位置必定是干不成了，说不定还会进局子。好，大宝，你脑子比哥好使，这事就听你的。次日，我带着李铁柱前往清水公社。王书记，我是李家屯的生产大队长李铁柱，有个情况我想要跟你反映一下。李家屯，你要反映的是什么情况？王书记，这是我们大队3年来粮食的收成情况，但我发现这收成跟我们村实际发的口粮数量有较大出入。同志，你反映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这样吧，等我调查完了，弄清楚真实情况再给你答复。依我看，未必是这样的，或许有些真实情况你们不了解。行了，你们先回去吧。看来这个家伙和李家川关系匪浅。黄书记，难道处理我们李家屯口粮被倒卖的问题就不是你的工作了？小伙子，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话可不要乱说。公社有公社的处理流程和规章制度，我要回去派人去调查一下。万一真的是你们算错了，岂不是冤枉了家川同志了？李铁柱有些急了。此时身后传来一道怒斥声：“李铁柱，你小子在公社党委闹什么？快点给我回村里去！”李村长，你来的正好，这2位是你们村里的吧？他们怀疑你倒卖生产队的口粮。来，你过来解释一下。好在私下给黄海林送过好处，就算这2个家伙闹腾，应该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李铁柱，你小子还真是胆肥了哈，竟然还敢怀疑村里的口粮被倒卖了。我告诉你，村里的口粮除去年底分给社员，剩下的都给了公社进行统一分配的。李铁柱同志，家川村长说的不错嘛，每年各村收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清水公社才会将丰收村多余的口粮统一调配，帮助一下遭旱的村子。那行，我们让这几个村的大队长也统计下他们的粮食生产和年底口粮发放情况，到时候真相究竟是什么，不就一清二楚了？对，正好跟王家沟的大队长王刚熟识，我现在就去他们村找他。果不其然，李铁柱这话一出，李家川顿时便有些语塞。李铁柱，刚才黄书记的话你还没听明白吗？各村剩余的粮食都是公社统一调配的，你还在这胡搅蛮缠干什么？现在马上回村子，要不然我打电话将你们抓起来。老黄，你们这是在……田书记，这2人就是来公社闹事的，我一会就让人给轰走。我看到田爱军来了，顿时心中乐了起来。黄书记，我们是来跟公社反映情况的，怎么就成闹事的了？难道领导们不让我们这样的乡民说话了？要是这样的话，我看这领导也当得不称职。你们是来反映情况的吗？我都清清楚楚的解释过了，你们还要胡搅蛮缠，这样的行为简直跟刁民无异。老黄，既然社员们有疑虑，我们就帮他解决。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办公室。说完，我们一行人便跟着田爱军来到了办公室。田书记，我们怀疑这几年村里剩余的粮食被村长倒卖了，这是我们统计好的数据。田爱军仔细看完之后，脸色立马阴了下来。田书记，你千万不要相信他们的话，这纸上的统计有问题，他们2个就是故意找茬罢了。找茬？老黄，你作为公社一把手，社员们提出自己的质疑，你就应该好好核实一下。行，既然你不想核实，那我来给你核实。几分钟后，张秘书便拿着那几页纸走了过来。田书记，根据这上面统计的数目，李家屯近3年来的确每年都存在上万公斤的亏空。老黄，你现在来给我好好解释解释。田书记，这个也许是……黄书记，你先前不是说村里剩余的粮食上交给公社，然后公社统一调配给那些收成不好的村子吗？听完我的话后，田爱军的眉头便紧紧皱在了一起。黄海林，我记得去年问你调拨粮食的事情，你可是信誓旦旦的告诉我，你们公社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现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田书记，我错了，这粮食被我一时鬼迷心窍给倒卖了。黄海林，我看你的胆子真是肥了，连老百姓的口粮都敢倒卖。小张，立即给纪委打电话，让他们好好查查。听到纪委的人要来，黄海林和李家川再也坚持不住。小李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上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田书记，客气了，我那天也是凑巧举手之劳而已。小李同志，你这么说可就太谦虚了，我可是
是听岐山说过，你的本事可牛得很呐。对了，车里我还带了一些礼品给你，本来想去你家亲自拜访呢，既然在这看到了你，那现在你就带回去。田书记，你的心意我心领了，不过这礼品我是绝对不会要的，你还是带回去吧。对了，田书记，倒卖粮食的事情你还是要查查粮管所那边。说完，我便拉着李铁柱朝门外走去。大宝，你咋还认识田书记呢？之前凑巧认识的。对了，铁柱哥，接下来出山时，你抓紧将咱们李家屯的土地、农具和牲口给统计清楚。统计这些玩意干嘛？我估摸着秋收之后，大集体生产的形式便会彻底取消了。到时候咱们江源县也会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了。到时候一旦上面下来政策之后，立马组织村民抓阄。李铁柱听完之后，顿时激动得浑身颤抖，恨不得立马。李家川是的事情。李家川，你个丧尽天良的畜生！大伙辛辛苦苦的收成，居然被你私自卖了。怪不得你家春生定亲能拿出3转1响32条腿的天价彩礼，感情是靠倒卖大队的口粮赚的黑心钱。还我们家的口粮，要不然将你们的房子扒了。铁柱哥，是你站出来安抚村民的时候了。李铁柱恍然大悟，只要安抚好了村民，以后他肯定是李家屯村长的不二人选。想到这里，李铁柱大步向人群，计已经铺好了，剩下的就看铁柱哥自己发挥了。女人去供销社买衣服，却被售货员故意绊倒，不仅摔伤，还被索要天价赔偿。这位女士，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无故损坏了我们供销社的东西，那可是要按价赔偿的，18块钱一条，2条的话可是36块钱。听到声音，我连忙走了上去。看来赵大强只是个备胎，而他背后真正的男人出手了。要不然的话，就凭刘丽丽一个乡下来的丫头，怎么能在县供销社这样的单位干上售货员呢？赔偿？刘丽丽，明明是你伸脚绊了秀男一下，还好意思诬陷别人？你跟他是一起的，你肯定向着他说话。反正我告诉你们，现在2条连衣裙都被撕碎了，我们供销社已经不能售卖了，你们就必须按价赔偿。行，要想让我们赔钱，那你拿出证据来。谁说这连衣裙是秀男扯破的？明明就是你们供销社挂了2条破裙子，在这准备讹人罢了。谁说没有人看到这贱人扯破了裙子？我就亲眼看到了。这一巴掌是让你嘴巴放干净点。怎么回事？大白天吵吵闹闹像什么话？韩主任，你可是要为我做主啊！那个女人故意扯破了2件连衣裙，我让她原价赔偿，可谁知道那个男的非但不赔，还动手打我。听到这话，韩为民朝着李大宝和赵秀楠望去。小子，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弄坏了我们的衣服还敢动手打人，胆子不小啊！你是县供销社的主任韩为民？男子被李大宝这么一问，顿时神情微微一怔。不错，既然你小子知道我是谁，就别废话了，赶紧掏钱赔那2条连衣裙。另外，你动手打了我们的丽丽同志，立马当着大伙的面给她赔礼道歉，还要赔20块的医药费。韩主任是吧？那今天我要是不赔你们这2条连衣裙呢？要不你就报警吧，我看看一会叔叔来了，倒霉的是谁？韩主任，现在咱们就报警，弄坏了我们供销社的衣服，还有理了不是？小子，现在你别嘴硬，等一会叔叔来了，没你的好果子吃。大约10分钟后，供销社外响起了一道急促的刹车声，紧接着2名叔叔走了进来，为首的正是局长王志刚。王局长，这么点小事您咋还亲自来了？我们供销社新来了款红山茶香烟，您可要好好尝尝。烟的事情一会再说，先说说今天是咋回事吧。有一个小子弄坏了我们供销社的东西，不但不赔偿，还动手打人，太嚣张了。你说的那小子在哪里？王局长就在那。小李，你跟我好好说说，今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局长，你来的正好，想不想再立一功？此话一出，王志刚顿时愣住了，他有些不明所以的望着李大宝，瞬间王志刚心头一动，郑重地点了点头。小李啊，你快说说我要怎么立这功？王局长，将这家伙抓起来，你这次功劳便没跑了。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唯独韩为民觉得自己后背发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难道那件事情被人给发现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可是晚上，周围也没有人。臭小子，你少血口喷人！我为供销社兢兢业业，一向都遵纪守法，岂是那种作奸犯科之辈？小李，你让我们抓韩主任，理由呢？对，理由呢？小子，你今天要是说不出来，我就告你诽谤。理由？我当然有。在我说出之前，我想要问韩主任一个问题：当年你跟孙中华的关系不错吧？听到孙中华3个字，韩为民愣住了。王志刚望着韩为民的神情，心中便明了了几分。看来当年孙中华落水溺死的事情另有隐情。小子，孙中华我当然认识了，我们一起在供销社共事多年，我岂会不认识？你今天提一个过世的人干嘛？韩主任，2年前要不是你趁着他喝醉之际将孙中华从护城河堤推下去，想必现在还轮不到你做县供销社主任的位子吧？小子，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讲。你说我将孙中华推下了河堤，有证据吗？证据我当然有。韩为民，当年你将孙中华从河堤上推下去时，我恰好看到了。当然了，现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家伙，他叫高世林，应该是住在县东城那块，是个无业游民。听到我这么说，韩为民顿时傻了眼。就在这时，刘丽丽还没有眼力劲的走到他身边。主任，现在不应该处理损坏连衣裙的事情吗？怎么扯到你杀人了？我看肯定是李大宝故意栽赃陷害，你可是身正不怕影子。韩主任，你这个贱女人，今天要不是你，老子也不会。韩为民，跟我们走一趟吧。此时我走到韩为民的面前，
韩主任，有个问题我想要请教一下你，是谁让你帮忙将刘丽丽给弄进供销社的？韩为民此刻对我恨意滔天，面对我的询问，冷哼一声，扭过头去。韩为民，现在立即回答刚才的问题，你是还涉嫌滥用职权，必须交代清楚。韩为民被王志刚这么一吼，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市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是他找我让给刘丽丽安排个工作。难道刘丽丽背后的野男人就是他？刘丽丽顿时脸色煞白，然而我没有再搭理她，跟着赵秀楠走出了供销社。大宝啊，今天中午你小子一定不要走，我请你去国营饭店吃一顿，你先去老刘那等我。说完，王志刚转身离开。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国营饭店，不一会王志刚也到了。大宝，你真神了，韩为民那家伙一进去就全都撂了，果然和你说的一样，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草菅人命，真是畜生。今天多亏了大宝，所以这顿必须我请。老刘，该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坏了规矩。行，那今天我也就沾沾王局长的光了。老刘，你今天可是沾了大宝兄弟的光了，要不是大宝上次提醒我，我指不定现在照片都挂墙上了。听到这话，刘正才微微一愣，大宝兄弟，能不能也给我算算？前世中秋节前，国营饭店发生一起震惊全国的投毒事件，后厨切菜工因老婆跟人跑了，心理变态，将耗子的料倒入菜中，挖人垫背。刘主任，有场无妄之灾跟国营饭店有关。还有半个月就中秋了，刘主任务必看好后厨的每一个人，尤其是近期举动异常的员工。杰哥哥，你重新再给我安排个工作吧，要不然我去酒厂上班吧。那样的话，你要是想我了，随时都能找我。酒厂已经有小混混了，再把刘丽丽弄进去，万一两个女人争风吃醋起来怎么办？酒厂还是算了吧。杰哥哥，怎么不行呢？你不是县酒厂的厂长吗？让我进去上班，还不是一句话的事。酒厂也不是我家开的，老子好不容易将你弄进县供销社去，可你呢，干了半个月不到就被人给撵了，还把老韩给害了，你活脱脱就是个扫把星。那能怪我吗？都怪李大宝，他就是我的克星。韩主任的事情关我什么事？是李大宝举报他的。听到李大宝这个名字，许世杰顿时眉头一皱。之前在国营饭店时，就是这个小子让我颜面扫地。好，李大宝，老子不好好收拾你一顿，你他娘的不知道吗？王爷有3只眼。沉思了半天，许世杰想到了一个计划，他立即给刘丽丽低语了几句。刘丽丽听了之后，却是惊恐的瞪大了眼睛。杰哥哥，你说什么？让我去国营饭店的田螺里投毒？万一要是吃死人咋办？我可是要吃花生米的。傻瓜，我到时候给你的是拉肚子的巴豆粉，又不是毒药，怕什么？下个屁的巴豆粉，要下毒就下点猛的。等我去买2包耗子药，到时候只要毒死了人，那李大宝和刘正才都难辞其咎，刘丽丽也会吃花生米。这样一来，我便能解决了这个累赘，简直是一箭双雕。杰哥哥，可是你要是办成了这事，我就答应你到酒厂上班，到时候你天天守在我身边，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听到许世杰的这个承诺，刘丽丽终于放下了心中的那份担忧，郑重地点了点头。这才对嘛，丽丽。杰蝈蝈。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来到了县机械厂，特意找趟王伟。大宝，你小子好福气啊，女朋友真是盖了帽了。别闹，今天我找你是有正事，帮我去盯一个人。定人谁？你也认识县酒厂的厂长许世杰？许世杰不就是那个在国营饭店嚣张不得了的家伙？对，就是他。你先从厂子里请几天假，就盯着这家伙，只要他领着那个秘书出厂私会，你就立马去通知他老婆。我明白了，你是想要他老婆去捉奸吧？到时候将那王八蛋堵在床上，就有精彩好戏看了。理解完全正确，本来这事应该我来干，但我不在现场，有些不好使。当然了，你请假这几天，我给你双倍工资。大宝，咱俩是不是兄弟？是兄弟的话，就别跟我提钱，行不？是兄弟也要明算账。你这可是帮我去盯梢的，要不然的话，我去盯那王八蛋，少挣多少钱？总不能我赚钱让兄弟喝西北风吧？大宝，你不是因为前段时间国营饭店的事情报复那老小子吧？算是吧，但也有别的原因，等以后你就知道了。翌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走了出来，就看到王伟骑着自行车风驰电掣的驶了过来。怎么有情况？大宝，许世杰那家伙带着秘书去了县招待所，本来我要去通知许世杰的婆娘，没想到半路居然碰到你了。还有你上次临走时让我查的那个刘丽丽，她现在就租住在离这不远的地方。我顿时眉头一紧。王伟，你将许世杰家的地址告诉我，我去通知他的婆娘。你去通知那个刘丽丽，就编的谎话，说许世杰在县招待所给他重新安排了一个工作，让他赶紧过去。行，大宝。说完，王伟骑上自行车便朝着刘丽丽住的地方赶过去。5分钟后，我来到许世杰家门口，而他老婆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我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头，便从墙上扔进了院子里。哪个王八犊子乱扔石头？你家男人正在县招待所搞破鞋。果不其然，许世杰婆娘的骂声戛然而止，很快便拎着棍子朝着县招待所的方向小跑过去。这位女同志，你这是说许世杰那狗东西在哪个房间？不好意思，我们不能随便透露。你个小丫头片子，赶紧告诉我，要不然的话，老娘抽烂你的脸！姓许的同志在招待所2楼最西头的屋子。听到这话，许世杰的婆娘拎着棍子朝着招待所2楼大步走了上去，女人一脚踹开房门。谁他娘的敢打扰老子？
阿兰，听我解释。只见许世杰的婆娘出现前，跟他俩打了起来。许世杰趁自己的婆娘收拾女巫手疼的，也跑了出去。刚下楼，就遇到站在前台的刘丽丽。怪不得我今天跟女秘书来开房会被母老虎发现，原来是刘丽丽这个贱人搞的鬼。许世杰走上前，一个大笔都甩了过去。打完，许世杰跑了出去，留下一脸震惊的刘丽丽。许世杰，你王八蛋，打老娘干嘛？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原来你也是许世杰在外面嘎胡的狐狸精，看我今天不抽死你！刘丽丽还没反应过来，许世杰的婆娘拿着棍子朝她抽来。大宝，你这法子高，实在是高。走吧，今天算是给了许世杰和刘丽丽两人一个小小的教训。随后，我赶着牛车朝李宝亮家中赶去。一进门看到院子里居然有20多号人。大宝哥，大伙都想着利用不上山的时候赚点零花钱，你看。大宝，你就带着我们一起采药草吧，我们平时也没有个啥收入，想给孩子买点零食都买不起。是啊，大宝，我家娃多，裤子都不够穿，我就想赚个钱扯快步，给娃做条裤子。俺也一样。各位乡亲，你们跟着我采药草卖钱可以，但有一点，一定不能耽误生产队的活。要是谁不遵守这条纪律，那采的药草我是绝技不会收的。与此同时，许世杰来到刘丽丽的住所，对着刘丽丽一阵拳打脚踢。是不是你这个贱人搞的鬼？不是你让我去县招待所的吗？你说什么？谁让你去县招待所上班的？一时间，刘丽丽也立马愣住，便将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听完之后，许世杰气得一巴掌呼在刘丽丽的脸上。杰哥哥，你为啥要打我？老子打你是因为你蠢，你也不好好想想，就算是我给你安排工作，能让别人通知你，我不要脸的吗？我问你，来通知你的家伙长得是什么样子？那人看起来也就20来岁，模样挺好看的，留着一头长头发。难不成陷害我的是李大宝他们？妈的，老子绝对饶不了那些王八蛋！这几天我要尽快找到老鼠药，骗这蠢女人将老鼠药投到麻辣田螺里，那样李大宝肯定难逃其咎，也能顺手解决这女人。吴大哥，你就好心帮妹妹这一次吧。那个送田螺的李大宝就是个负心汉，他都要跟我成亲了，没想到却看上了公社中学的支教老师，我心里有恨啊。丽丽，你放心，这个忙我一定会帮你。你把药给我。吴大哥，你别怕，这就是巴豆粉，不是什么害人的药。我的目的就是让李大宝那个负心汉好好尝尝教训，搅黄他的田螺生意而已。翌日清晨，我便赶着牛车朝着国营饭店走去。刘主任，今天厨房要熬小米粥。天天都是白米粥和玉米糊糊，客人早就吃腻了，所以今天我让厨房整点小米粥。李老弟，那一会你送完货来这吃饭，老哥我给你留2碗。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你一定要好好盯着这锅小米粥，凡是经手过小米粥的家伙，一定看好了。放心吧，李老弟，我今天就是不拉不尿，也会寸步不离看好这锅小米粥。万一那家伙看到小米粥被人盯着，再将老鼠药投到别的菜里怎么办？刘主任，你可不能盯得太过明显，要是你一直守着这锅小米粥，那家伙还怎么做手脚？万一他再打别的菜品咋办？你只有一双眼睛，总不能将国营饭店的菜品都能盯住吧？刘正才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点头。10分钟后，吴三秋已经将耗子药投进了麻辣田螺里。就在他准备将药包倒入小米粥时，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手腕。刘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干什么？我问你，这药包里装的是什么？药包里就是赤沼医生给我开的普通药粉，我这几天尿有些发黄，所以就让赤沼医生给我开了点药。普通药？老方，你将药包拿过去，看看究竟是不是他说的一样。方师傅一把抢过药包，这是耗子药。10分钟后，一阵警报声响起。我天，大宝，你的卦还真的应验了。刘主任，你是怎么发现的？刘正才便将整个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此刻，吴三秋已经是心如死灰，面对王志刚的询问，立马便招了。刘丽丽这个贱女人，居然还藏着这么狠毒的心思，想着往麻辣田螺里下药，以此来陷害我。我打算跟王志刚去趟公安局，毕竟吴三秋投毒的背后还牵扯到了我。谁知道刚一出门，便看到不远处的刘丽丽。王局，刘丽丽就在前面，快去将那女的抓过来。一时间，站在远处的刘丽丽愣住了。你不要过来啊！刘丽丽是吧？现在怀疑你涉嫌教唆他人往国营饭店的食物中投老鼠药，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此时刘丽丽有些蒙圈了。叔叔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给他的只是巴豆粉啊，压根不是什么耗子药，你们可不能冤枉好人啊！巴豆粉？果然你们这些个女人都是一个样，全都是谎话连篇。这药粉就是你给我的，本来就是耗子药。刘丽丽，你再仔细看看，这包药粉是不是你给吴三秋的？这药粉是我给他的不假，但杰哥说里面是巴豆粉啊，不是什么耗子药。杰哥，这耗子药是哪个杰哥给你的？当即刘丽丽便将许世杰的计划给说了出来。看起来跟我猜想的一样，果真就是许世杰在幕后使的坏。叔叔同志，我真的不知道这药包里面是耗子药啊，我就以为是巴豆粉呢。人吃了之后，顶多就是拉肚子。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过要毒死人。你到底有没有害人之心？我们会查清楚的。就算你是被许世杰给蒙骗了，你也是帮凶之一。现在你们两个将吴三秋先押回局里，我们去县酒厂抓捕许世杰。说完之后，我们便带着刘丽丽朝着国营酒厂驶去。
许世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婆娘打我时，你居然跑了。现在你让我回去跟黄脸婆离婚娶我，要不就赔我3万块钱，要不然的话，这事没完。离婚，我要是敢离婚，能被那母老虎活活打死。我告诉你，离婚我是不可能离婚的。至于3万块钱，门都没有。你个王八蛋，老娘跟你拼了！话音刚落，便听到一声惨叫，于是我们冲了进去。谁知道一进屋，却看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女秘书满嘴是血，跟疯子一样咧嘴笑了起来，而许世杰痛苦地坐在地上，而且还少了一根手指。快先送他去医院。半小时后，此时许世杰的右手已经被包扎了起来。王局长，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压根就没有给那女人什么药包，我看八成那女人是勒索我不成，故意栽赃陷害。听到这话，刘丽丽顿时惊得瞪大了眼睛。许世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我都怀了你的孩子，你居然这么对我！这药包明明就是你给我的，还骗我说只是巴豆粉，现在你就翻脸不认账了。刘丽丽，你怀了我的孩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清水公社跟无赖鬼混的事。王局长，这女人奸恶我不成，所以现在想要家伙给我。说着，许世杰居然抬头望了我一眼。我明白了，这个贱女人跟他可是相好过的，依我看肯定是刘丽丽被甩了之后因爱成恨，所以才会故意下耗子要进行报复。好家伙，没想到许世杰居然将自己撇得一清二楚，这样刘丽丽势必会成为踢嘴羊。不过许世杰蹦跶不了几天了，不久后献酒场就会发生一件大事，到时候许世杰将会家破人亡。许世杰，到底是不是跟你说的情况一致？我们会仔细侦查的，现在跟我们走一趟吧。李老弟，这次多亏了你，要不然的话，老哥我真的后半生要在大牢里度过了。刘主任客气了。走，今天我们国营饭店难得歇一中午，大家一起好好吃一顿。刘主任，这是啥情况？该不会是国营饭店要倒闭，大伙一起吃散伙饭吧？呸！你个乌鸦嘴，滚！喊你小子来吃饭，你居然还咒我们国营饭店倒闭。不过今天多亏了李老弟，要不然的话，我们国营饭店真就要关门大吉了。在高阳和王伟疑惑的目光中，刘正才将今天投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我靠，大宝太牛了，你简直就是活神仙啊！对，大宝，我觉得你送田螺的营生别干了，随便去桥头支个摊，恐怕也是日进斗金。你以为我这挂主每次都灵，也有不灵的时候？跟刘正才等人道别之后，我便赶着牛车回到了清水公社。大宝，怎么弄了这么多东西？是国营饭店的刘主任送给我的。紧接着，我将刘丽丽被抓的事情说了一遍。大宝，怎么了？是不是有事要跟我说？没事，只要我能做到的，绝无二话。昨天我收到妈妈的来信了，她生病了，我想回去看看她，可能要住在省城待上几天。秀楠，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趟省城。大宝，你要是陪我去省城的话，你的田螺……好了，就这么说定了，明天一大早我就来接你。你个扫把星，被男人抛弃了还有脸回娘家住，现在还得了病。我告诉你，家里可是没有钱给你治病的，要死的话死远点，省得死在家里，晦气。听到这一连串的骂声，赵秀楠的娇躯有些瑟瑟发抖，她不顾一切地推开门口的大门，走了进去。楠楠，是你回来了，娘还以为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你了，这下就算是娘走了，也会安心的。娘，你别说傻话。你肯定会没事的，我这就带着你去球店，咱们去龙城找最好的大夫，肯定能治好你的病。原来是楠楠回来了，正好你娘病得不轻，赶快带她离开这里。二舅妈，我娘当初从龙城回来的时候，是你们非要让她住进家里，骗走了我娘所有的积蓄，给你儿子买了房子结婚。嘿，你个丫头片子，现在胆子大了，竟然敢教训起长辈来了。我告诉你，一码归一码，那时候你娘身体没病，还健康着呢，可现在呢，病恹恹的，就是个药罐子，谁会有闲钱去养一个累赘？二舅妈，做人要有良心，我娘没让你们养，我每个月可都寄回来20块钱呢，钱虽然不多，但足够我娘一个人吃喝抓药的了。再说了，这房子是我姥姥的，你凭什么赶我娘走？赵秀楠的一番话，瞬间将院子里的女人给惹毛了。好你个丫头片子，住在乡下学成刁妇了，敢跟老娘这么说话，看我不扇烂你的嘴！说完，院子里的女人举起手来，便朝着赵秀楠的脸上扇去。就在这时，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好你个小王八蛋，居然敢动手打老娘，老娘今天饶不了你！就在这时，屋里走出2道身影。玉芬，这是咋回事？你们可算是回来了，要是再晚一点，我就要被这臭小子给活活打死了。好你个小逼崽子，居然敢打我娘，我腻歪了是不？看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拿命来！小子，敢打我儿子，我跟你拼了！建平，你给我住手！我抬头望去，只见大门口走进来一个顶着满头白发的老媪。姥姥，是楠楠回来了呀，你的孩子可算是回来了。楠楠，这小伙子是谁？跟你一块回来的？姥姥好，我是秀楠的男朋友李大宝，这次特意跟他一起来省城看望阿姨和您。好你个死丫头，故意领着乡下的穷小子来家里闹事，今天你们娘俩都给我滚出去！老二媳妇，你这是做什么？再怎么说，楠楠是你的外甥女，你就这么对她？你个老不死的，我就这么对她怎么了？你要是看不惯的话，跟着你那个病秧子女儿一起从这个家滚出去！一时间，
间，我被韩玉芬说出的这句话给惊到了。韩玉芬作为他们黄家的儿媳妇，居然能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来。韩玉芬，为什么我？凭什么老大家你们给置办了房子，我跟建平结婚就没有房子？我告诉你，这房子理应就是我跟建平的。老二，当年你爹临终时，是不是给你们兄弟俩一人1000块，让你拿着出去置办一处房子？现在你当着自己婆娘的面说那1000块钱去哪了？一时间，黄建平被问的是哑口无言。好，你个败家玩意不张口是吧？那我来说，省得你家婆娘还嫌我跟你爹做事不公。那1000块钱被你拿出去赌了，输了个精光，你娘我没冤枉你吧？此刻，黄建平神情变得立马慌乱了起来。你别胡说，你跟爹哪里还给过我1000块钱了？媳妇，你可别听娘胡说八道，他肯定是老糊涂了。你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做了事都不敢承担，算什么男人？既然你不承认，要不就将老大两口子也喊回来，当面对质。听到老娘说要对质，黄建平马上傻了眼。好你个黄建平，今天你不把那1000块钱交出来，我跟你没完！你们两口子愿去哪闹腾就去哪里，这老宅是我的家，都给我滚出去！刹那间，院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娘，你不让我们在这老宅子里住，那我跟玉芬住哪？你们愿住哪住哪，没地方就睡大街上。我老婆子没你这样的儿子。韩玉芬一看这架势，却立马撒起了泼。老太婆，这房子是你的又怎么了？等你死了之后，还不是2个儿子继承？不管怎么说，建平也是你的儿子，那这老宅就有我们家的一半，你凭什么赶我们走？我娘说的对，这房子就有我爹的一半，那也相当于有我的一半。我们一家凭什么走？我看要走也是他们母女2个。谁说这老宅我要留给2个不孝子？你们都给我死了这条心，以后我死了，这房子就留给我女儿。一句话，再次让整个院子陷入沉寂之中。老东西，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自古以来，老宅就是留给儿子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你还要将老宅留给他，想得到没？你还傻愣着干嘛？回屋睡觉！我看老东西怎么将我们赶出去。小李，劳烦你费点力气，将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给我撵出去。老婆子，我还想要过今天舒坦的日子。你个小兔崽子，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动我。你还算不算个男人？儿子都被人这么欺负了，还不上去帮忙？拿命来！你个臭小子，给老子等着！我他娘的让你走不出省城！此时，我只是佯装向前迈了一步，3人吓得扭头就跑。姥姥，我爱救他们。放心吧，他们离开老宅还有少刚的新房子呢，唬不着他们，只是秋萍。姥姥，别担心了，我们明天就带着娘去省城最好的医院。要是省城治不好的话，就去龙城，肯定能治好娘的。楠楠，刚才姥姥就是去打听了，你娘这个病要是想彻底治好，要做大手术的，至少要3000块钱。本来今天晚上就想着跟你二舅商量一下，将这老宅子卖了，给你娘先治病。听到老媪说出这话，赵秀楠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姥姥今天如此狠心，非要将二舅一家从老宅子里赶出去，原来是为了把老宅卖了给娘治病。姥姥，这老宅子你一定不能卖，秋萍阿姨的手术费我来出。听到我的话，屋里的人全都愣住了。小伙子，恐怕你不清楚，你秋萍阿姨这个手术至少要3000多块钱呢，你有这份心就成了。然而我却是立马从包里掏出一沓大团结出来。此刻老媪看到那一沓的大团结，眼睛都有些直了。大宝，我娘看病咋能花你的钱？实在不行，我去龙城求我爸，3000块钱他应该还是能拿出来的。秀楠，这个时候就不用在乎是谁的钱了，还是尽快给阿姨做手术要紧。再说了，3000块钱对于我来说也就是1个星期的事。我的天，1个星期就能赚3000多块，该不会是拦路抢劫的土匪吧？楠楠，这小伙子是做什么的？姥姥，他做的营生可多了，给江源县城送田螺，还有医院大药房送药草。姥姥，阿姨，钱的事情就这么说定了，我来出就好。等明天咱们就先去省城医院，那我也会先去外面找个招待所住下，秀楠就留在这，好好照顾阿姨。小李啊，家里有空闲房子，你还出去花那冤枉钱干嘛？今天晚上你就住老二他们那间屋子。再者说了，你跟楠楠以后可是要成亲的，不怕别人说闲话。一时间，我有些受宠若惊。大宝，就听我娘的吧，今晚你就住在老宅。招待所离着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程呢，今天你们赶了1天的路，肯定也累得够呛了。从闲聊中我得知黄秋萍得的是冠心病。前世我记得国内第1例心脏搭桥手术是在1974年完成，做手术的医生名叫郭家强，那可是国内心脏方面的泰山北斗。所以黄秋萍要是做心脏搭桥手术的话，能请郭家强医生亲自操刀的话，绝对是再好不过了。姥姥，你出去跟楠楠坐会吧，我来做饭。一时间，老媪有些愣住。你小子还会做饭？姥姥，你是不知道，大宝做饭可好吃了。姥姥，你就听秀楠的吧，这顿饭我来做。楠楠，小李真的会做饭？姥姥，你就相信大宝的手艺，他做的可是一道咱们海东没有的美食呢。姥姥，你先尝尝这刀削面咋样？小李，还别说，你这碗面还真是好吃。老婆子，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第一次吃到这么香的面。小李，来省城，老婆子还要让你亲自做饭，真是过意不去。次日清晨，姥姥，街坊邻居家有没有3轮车或者是自行车？隔壁吴老三家里有辆3轮车，我去跟他借一下。几分钟后，我推着3轮车回来了。
姥姥，你就别去了，在家里等着我们就好。行，那你们可要路上小心点，看完病有什么消息，早点回来告诉我一声。老东西，我还有急事，让我先挂。小伙子，我老伴肚子疼了一晚上了，一大清早我们就赶来挂号，你怎么能这样呢？老东西，你老婆子肚子疼了一晚上，不是还没死吧？别他娘的再啰嗦了，要不然的话，信不信我挂完就赖在这不走了，让你们谁也挂不成。突然，一双大手将他拽了出来。大伙还按照以前的顺序挂号就行了。小逼崽子，乡下来的吧，居然敢在老子面前逞英雄，你是不是欠揍？乡下来的怎么了？那也比你这不懂礼义廉耻的混球强。臭小子，就你想出头是吧？我告诉你，今天老子不将你。我告诉你，我最讨厌别人用手指着我，这是第一次，要是有下一次的话，我绝对会将你的手指拍断。好，你很能打是吧？今天老子就跟你杠上了。我告诉你，我老舅可就在这省人民医院工作，你想来看病，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这时候，医院的楼梯口走出一道身影，我抬头望去，不是刘京城还能是谁？臭小子，我老舅来了，一会你就等着滚蛋吧。说完，男子立马跑了过去。二舅，我被个乡下小子给打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哈！混账，你自己跑来医院插队还有理了？你小子多大的人了？30冒头了，连排队的道理都不懂。二舅，我这不是有急事吗？要不然我也不会插队。再说了，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医院看病，都没提你的名字。算你小子还知道点分寸。刘京城看到了我，大步朝我走来。小李，还真的是你啊！你小子怎么会来到省城？刘院长又见面了，我这次来是给我姨看病的。小李，你现在排到哪了？要不然的话，走急诊。没事，一会就轮到我们了。这次我姨的病很可能要麻烦你一下。小李，说麻烦太见外了。江源县他中毒的事情，要不是你的话，我们哪能那么快就找到病因？正巧这次你来省城了，我怎么也要好好尽一下地主之谊。程兵，你个混小子肆意插队，还不赶紧过来跟老人家和小李道歉？老人家，李同志，对不起。没事，你自己以后注意点就成。1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刘京城的办公室。小李，我听你的意思是想请郭教授来做这台心脏搭桥手术。对，郭教授要是能亲自做这台手术的话，我才能放心。小李，这次你来这了，刚接到消息，郭教授刚好要来海东，明天中午应该就能到。刘院长，这次多谢你了。小李，不用这么客气。对了，正好这混小子也在，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刘院长，另外生是从南方那边过来的。对，这小子整天不务正业，天天嚷着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不，去年便辞了化工厂的工作，偷摸上火车去了南方，前2天才舍得回来。刘院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倒是觉得另外生能有勇气从国营厂辞职去南方闯荡，很有魄力啊。听到我的话，顿时程兵眼前一亮。二舅，瞧瞧人家小李兄弟多有见识。不知道程先生在南方现在做什么营生？不瞒你说，我现在跟着港岛那边的老板做事。听到这话，我眼前一亮。要想快速的积累资本，没有比股市和期货市场更快的途径了。虽然1987年的股灾仍然记忆犹新，但现在可是1982年，距离那次股灾还有5年的时间。不知道程先生跟的是港岛哪位老板？李同志，我的老板那可是相当厉害的了，就算是在港岛，那也是数得上富豪，华林集团老总王林。我天，这不就是那个倒霉蛋吗？这家伙一生被绑架了2次，最后一次更是音讯全无。我记得王林第1次被绑架就是在1983年初，也就是几个月后。原来是华林集团的王老板啊！什么？李同志认识我们老板？你之前去过港岛吗？从未去过，甚至我这辈子是第1次来省城，连海东省都没有出去过。什么？省城业是第1次来？那你怎么？程先生，你想不想在华林集团更进一步？程先生，你想不想在华林集团更进一步？此话一出，程兵顿时来了兴趣。大宝兄弟，愿闻其详。你这次回南方之后，要是有机会见到王林，就转告他一句话，让他立即出售港岛的地产。李同志，你不会开玩笑吧？虽然我没有去港岛，但是经常接待那些港岛来的家伙说，港岛的地产现在发展很好。我们华林集团主业就是地产，你让老板出售地产，这不是找骂吗？至于原因，你不要问那么多，你只负责传达我刚才的话就行了。我敢保证，只要王林按照你说的做了，将来你在华林集团肯定会受到重用。你要是因为转达了我的话被王林开除了，我个人赔偿你1万块。什么？你赔我1万块？这可是1万块钱呢！就算我这个省人民医院的院长都要不吃不喝干个小10年呢。在2人惊诧的目光中，我走出了刘京城的办公室。二舅，他是不是脑子有病？你脑子才有病！一切安排妥当后，我便赶回老宅。刚到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你还是不是人？秋萍还在住院，你就扔她的东西。再说了，这房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3个给我滚出去！我们凭什么滚回去？这房子本来就是老黄家的，建平是儿子，怎么就不能在这住？我顿时脸色一沉。看来上次给他们一家3口的教训还不够，这次要不给黄建平一家点颜色瞧瞧，那等我离开省城之后，老老和黄秋平能被欺负死。当即，我面色冷峻地走了进去。小子，哪天打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敢在这耍威风？我告诉你，老子今天已经喊人来了，你他娘的就等着！
搁谁面前就敢自称老子？要是再敢说一次，信不信我将你舌头割下来？臭小子，你吓唬谁呢？有本事一会你还能这么嚣张？话音刚落，黄绍刚朝门外大喊：“可几个，赶紧进来！”绍刚，这家伙就是你说的那个乡下来的小子，就这样的货色，至于让兄弟们兴师动众们？就是有这功夫，哥们顽疾把牌多好。我看你黄绍刚是虚了吧，连这么个小子都对付不了，真给哥们丢人。可几个，别大意哈，这小子下手重的呢，一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中午我安排去国营饭店搓一顿。臭小子，让你敢动手打老娘，一会老娘非抓烂你的脸不可！你个兔崽子，大不了这房子让你爹娘回来住就行了，赶紧将你这些狐朋狗友带走。就算我爹娘回来住，这小子我也不会轻饶他，让他敢动手打老子，我他娘的！我说了，别动不动就在我面前自称老子。可几个，愣着干啥？给我揍他！兄弟们，一起上！你们在干什么？同志，你们来的正好，这小子打人，赶紧将他抓起来。对，公安同志，这小子下手忒狠了，你看他把我们打的，哎要喂，可疼死我了！这小子实在是太无法无天了，简直不将叔叔放在眼里。你就是李大宝同志吧？我是省城公安局的奇异果。昨天的事情，多亏了你啊，李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非法闯入老宅，还想要殴打我，将他们全都押回局里，好好查查这些家伙，看看他们身上有没有犯过事。一时间，黄绍刚彻底慌了，这些家伙哪个身上都有作奸犯科的事情。爹娘，救救我啊！我不想进局子里去啊！顿时，黄建平两口子慌了神。娘，你赶紧帮着求情，绍刚绝对不能被抓进去啊！要是有了前科，他这辈子就毁了。姥姥，别说了，这局子他是静定了。话音刚落，韩玉芬一屁股坐在地上。你们两个赶紧离开这里，要不然的话，我就让齐局长也将你们两口子一起带走。还他俩，咱们赶紧走吧。前几天跟人合伙从厂子里偷了几块铁板出来卖了，现在只要看到叔叔就心里直发毛。走啥走？儿子都被叔叔抓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劲啊？你个臭娘们，还磨蹭什么？赶紧跟我走！当家的，别打了，我这就走。看到自己男人暴怒的样子，韩玉芬真的有些怕，灰溜溜的离开了。齐局长，黄绍刚那些家伙教训一下就行了，至于案底什么的，就别留了。放心吧，我知道应该怎么做，我保证这小子从里面出来的时候不会再来找麻烦。小李同志，有没有时间跟我出来聊一下？说完，我便跟着奇异果走了出去。小李同志，昨天机场劫机的事情多亏了你，我们已经连夜审讯了郑学武。据他所说，劫机的事情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齐局长，说出来你或许不信。劫机这件事情，我是根据卦术得知的。什么卦术？这齐局长，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不过这的确是我的本事。你要是不相信，可以打电话问一下江海市副局长王志刚。听到我的话，奇异果心中还是有些将信将疑。对了，上面领导下了通知，要对你进行表彰。当然了，小李同志要是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请齐局长转告上面的人，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至于奖励和荣誉什么的，我没有任何要求。此话一说，奇异果愣住。小李同志，你真的考虑清楚了吗？对，齐局长，我考虑得很清楚，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小李同志，今天你说的话，我肯定会转告给上面的。将来在省城要是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来找我，职责范围内，我定然不会推辞。既然奇异果都这么说，我自然也要投桃报李一番。齐局长，我知道你这个人很注重感情，这自然是好事，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多注意一点你的小舅子，很可能会因为他而影响了你的仕途。奇异果的小舅子是个无业游民，背地里仗着自己姐夫是公安局长的关系，做了很多违法犯罪的事情。奇异果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被连累的连降了2级。奇异果听了这话后，瞬间愣住了。小李同志，难道这也是你的卦术算出来的？当然了，要是齐局长不相信我的话，就当我没说。说完这句话后，我便转身朝着老宅走。小李啊，谢谢你网开一面。姥姥，我就是想着让那混球长点记性，不会真毁了他。对了，医院那你就先别去了，等黄阿姨身体恢复差不多了，便会回来的。说完，我转身走出了院子，去供销社买了些东西。小李，你买这些东西干啥？姥姥，明天我就准备先回去了，这里面的东西是孝敬你的。安排好一切后，我准备先回江海。从火车站出来后，我便直接去了国营饭店。大宝，你可算回来了，想死哥哥了。现在正好晌午，都还没有吃饭，我打个电话将老王和机械厂那两臭小子喊来，大家一起聚聚。半个小时之后，王志刚3人来到了国营饭店。大宝，你这次去省城可是牛大发了，竟然连省城公安的齐局长都亲自给我打电话询问你的事情。也没啥大事，就是帮了省城公安那边一个小忙，破了一起案子。对了，大宝，今天借着老刘的这顿接风宴，我敬你一杯酒。王局长，好端端的敬我干啥？大宝，这杯酒就该着老王敬你。你是不知道，老王他过2天马上就要提拔成正局长了。我这不是偷了大宝的光吗？这段时间连续破了几个案子，市局那边的领导对我的表现很满意，再加上原先老局长退休了，所以我便顺理成章的接了班。王志刚笑着说完，便将杯里的茶水一饮而尽。大宝，我也敬你一杯酒。大宝，我也敬你一杯酒。不是吧？难不成刘主任你也？对，组织上已经找我谈话了，这2个月国营饭店效益非常好，所以上面对我的工作非常认可，下个月便要将我调到市里的国营饭店任副主任。市国营饭店副主任，那我在这恭喜刘主任了。
不过是国营饭店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去了之后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到时候难免还要麻烦你了。刘主任客气了，有你这句话，老哥我便可以放心去市里任职了。不过大宝你也放心，县国营饭店这面我会跟新上任的主任打招呼的。我点了点头，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担心。此时高阳也举起了酒杯。不会吧？你可别说你小子在机械厂也升职了。升职也算不上，但是厂里领导跟我谈话了，让我好好干，将来培养我进厂里的领导班子。等到高阳敬完酒之后，唯独只剩下王伟一个人了。大宝，我这就……你可别这么说，在我眼中你跟他们可不一样。算算时间，江源县酒厂的这件事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要发生了。这次我要让许世杰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王伟，这段时间你还要帮我做点事，你现在机械厂的工作也可以辞了。什么？辞了工作？听到我的这句话，所有人都愣住了。要知道，县机械厂虽然挣的工资不是很多，但最起码还是国营企业。对，很快我要做件大事，你跟我一起。当然了，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年底少说分你1万。大宝，你说多少？1万？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没有听错，就是1万块。行，那我今天回去就去厂里打辞职报告。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朝着江源县城驶去。大宝，我已经从机械厂离职了，接下来干什么？从今天下午开始，你就先去国营酒厂盯着，一旦有那种外地来的大货车，你就及时通知我。盯着国营酒厂？大宝，你这是要对付许世杰那孙子？对，不过对付许世杰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要进入国营酒厂。啥？进入国营酒厂？那还不如我们机械厂呢。放心，不是让你去国营酒厂上班当工人，过段时间咱们要跟国营酒厂合作。跟王伟告别之后，我便赶着牛车去了县人民医院。黄院长，咋了？有事你就直说。是这样的，大宝，桑河公社他中毒的事情，县政府对我们人民医院的处置措施非常满意。不过这全都是你的功劳。黄院长，这话你说的有些谦虚了，我当时不过就是提供给了你们一个方向而已，算啥功劳？大宝，话可不能这么说，要不是你的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查到病因呢。另外，田书记让你从省城回来后，有时间去县政府找他。好，不过最近我还有点事，这样吧，等1周后我再去找他。行，那我等下午就给田书记打了电话，通知他一声。接下来闲聊了一会，我便走出了人民医院。我刚走到国营饭店门口，便看到王伟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驶了过来。大宝，今天上午真的有3辆外地车牌的大卡车进入到了国营酒厂。确定吗？当然了，我看得清清楚楚，就是外地的车牌号。那卡车上面装的是什么？你看到了吗？上面好像一个个大白皮筒子，至于里面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听了王伟的这个回答，我脸上浮现出一丝淡淡的笑意。看来许世杰这家伙终于开始行动了。大宝，那大卡车拉的白皮筒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甲醇，这是一种工业用的酒精，只要将这玩意兑水，就可以冒充白酒。啊，白酒酿造这么简单，不是要用粮食发酵的吗？不错，正常的白酒的确是要用纯粮进行酿造，但一来粮食的价格可不便宜，而且酿造的周期也很长。但甲醇兑水却简单的很，成本也低。原来如此，那你让我盯着国营酒厂，就是也想用这法子酿造白酒售卖？谁要干这种生孩子没屁眼的勾当？我告诉你，甲醇是有毒的，一旦用量多了，人喝了之后很快便会中毒身亡。男子利欲熏心，用甲醇兑水来充当白酒。我靠着前世记忆将其抓获，组织了一场悲剧。记得前世江海国营酒厂因为连年亏损，许世杰为了能保住自己厂长的位子，所以便铤而走险。不过这王八蛋却是将责任都推到了案发前夕携款潜逃的副厂长胡庆之的身上。大宝，既然我们不是为了用那假啥玩意酿酒，那下一步干什么？接下来你帮我盯一个人，国营酒厂的副厂长胡庆之，只要你发现他去车站，就将这货给绑起来，然后立即通知我。当年胡庆之因为欠下了赌债，于是拿着国营酒厂的2万多块钱远走高飞。没想到许世杰来了个金蝉脱壳，把这起假酒案全都推到了胡庆之的身上。胡庆之，我记住了。时间又这样不急不慢地朝着前面推进了2天。等到第3天上午，我赶着牛车刚到江源煤矿时，便看到王伟那家伙正推着自行车站在煤矿门口等着我。大宝，你可算来了！今天早上4点来钟，胡庆之就拎着袋子直奔车站，不过在车站门口我就把他拦下了。太好了，走，咱们去看看胡庆之。说完，我便跟着王伟朝他家走去。胡庆之，你不用害怕，我们2个压根就不想谋财害命。虽然我知道你准备携款潜逃到港岛，现在你听好了，我给一个能让你少受点惩罚的机会。你究竟要让我干什么？胡庆之，不用这么看着我，实话告诉你，幸好你没有坐着水路去港岛，因为在船上你会被人给扔进大海里。被人扔进大海里？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会未卜先知吗？那是当然，我大宝兄弟的瓜术可是举世无双。国营饭店有人下毒的事情听说过没？就是我大宝兄弟算出来的。好，既然如此的话，这次携款潜逃的事情，我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兄弟，我知道今天我是栽到你手里了，你就说让我怎么做吧，我一切都听你的。好，既然你也这么爽快，那我就开门见山。说实话，我这次的目标是许世杰。你们国营酒厂现在想要用甲醇来做假酒吧？我操！我天哪，兄弟，你连假酒的事情都算出来了。所以我找到你，就是想要你去举报许世杰。当然了，就算你不举报，我也会提前通知王局长。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胡庆之顿时明白过来，这是给我机会，这样一来，
就算是国营酒厂用甲醇酿酒的事情曝光出来，我也会安全脱身。我明白。当然了，我知道你还欠着赌债，不过你放心，只要许世杰从国营酒厂滚蛋，我便会保你坐上国营酒厂的位子，而且还会让你在年底之前至少拿到1万块钱的分红。多少？1万块的分红？你不是唬我吧？我当然没有唬你，你要是不相信的话，现在还来得及。沉默片刻，胡庆之咬牙喊道：好，我相信。那一会你就将酒厂的钱送回去，然后尽可能的查清楚许世杰在酒厂任职期间贪污腐败的情况，然后就去公安局举报。行，我平日里就盯着许世杰呢，这家伙利用设备采购和酒厂改建的过程中贪污了好几千块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再好不过了，你今天下午将钱还回去之后，明天一早就去县公安局举报。当然了，我答应你的条件也会兑现。胡庆之听完没有片刻停留，拿起袋子便离开了。大宝，朕就这样让他走了。对，胡庆之这个家伙对我们来说还有用，不过你还是要悄悄盯着他，省得这家伙跟我们耍花招。没问题。翌日清晨，我赶着牛车来到县公安局之后，便看到了王伟这小子已经骑着自行车早就等在那里。大宝，你放心吧，胡庆之这家伙昨天从我家出来之后，便回到了国营酒厂，一直晚上8点多才空着手离开的。好，话音刚落，王志刚便走了过来。大宝、王伟，你们2个大清早就在公安局门口堵门，是来找我的？王局长，先前我不是跟你说再让你立次大功吗？王志刚听完后却是神情一动。大宝，你不会是说这功劳马上就要来了吧？不错，我说的那个功劳已经来了。王志刚顿时抬头望去，当他看到胡庆之的身影时，微微一愣。王局长，我要举报现任国营酒厂厂长许世杰为了谋取私利，用甲醇兑水冒充白酒。一旦这种假酒被人饮用之后，轻者中毒，严重者会导致死亡。什么？许世杰这王八蛋疯了吧？居然敢这么做！现在国营酒厂的效益是1年不如1年，许世杰为了保住自己厂长的位子，自然是啥手段都能用出来。另外，我这还记录了许世杰担任厂长的这些年，从国营酒厂内贪污的钱财。王志刚看了一眼本子后，顿时便惊得瞪大了眼睛。好家伙，许世杰这些年来从国营酒厂前后后捞了8000多块，咱们现在就去国营酒厂。说罢，我们便赶往国营酒厂。与此同时，许世杰已经到了国营酒厂，这几位跟普通的白酒差不多少，只要这批白酒能顺利卖出去的话，以后就这么干。正当许世杰得意时，我们走了进来。王局长，这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公安的同志们办案辛苦了，来我办公室喝杯茶。许世杰，我们接到举报，说你们国营酒厂用甲醇造酒，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听到这话，许世杰的脸色顿时有些苍白。王局长，你别听人瞎说，我们国营酒厂压根就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许世杰，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已经将你的犯罪证据都交给叔叔了。胡庆之，你个王八蛋！王局，经过我们查证，这车间里的成品酒的确就是用甲醇勾兑的。带走。许世杰被带走时，满眼愤怒地看向我。前世这个王八蛋害了我一辈子，最后甚至还堂而皇之的得到了我打拼出来的事业，这一世终于没有让悲剧重演。田书记听到这个事情非常震怒，要亲自过来一趟。胡厂长，你放心，等田书记到了，你担任厂长的事情便会有眉目了。难道这小子又算出来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田书记赶了过来。田书记，您来了。王局长，一定要联合工商的同志，将甲醇勾兑的假酒彻底处理好，千万不能流通出去害人。凡是参与此事者，一定要严肃处理。放心吧，田书记，我们一定做到万无一失。小李，我正想着当面谢你呢，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你。田书记，我正好有事要找你呢。你觉得国营酒厂目前的形势怎样？要是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来看，国营酒厂用不上1年就要倒了。田书记，要是我能让国营酒厂3个月内营销额翻10倍，上缴利润达到200多万，你觉得如何？田爱军瞪大眼睛，满眼不可置信地望向我。多少？营业额翻10倍，上缴利润200多万元。小李，要知道江源县最好的国营单位就是江源煤矿，而江源煤矿每年的利润也就300多万元。田书记，我想跟国营酒厂签订一个为期3个月的协议，在这期间，我要是成功了，我希望国营酒厂能将利润的10%返给我。要是我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我个人赔偿国营酒厂3万元。小李，你真的要这么做？对，田书记，说实话，我对这次跟酒厂的合作信心十足，只要给我这个机会，我肯定会兑现我的承诺。田爱军沉思片刻后说道：行，要是你真的有把握将国营酒厂3个月内营销额提高10倍，这个协议县委跟你签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将国营酒厂的协议搞定。另外，我希望田书记任命胡庆之为厂长，我跟王伟2人是国营酒厂的顾问，只有这样，我才能保证接下来3个月，国营酒厂上下会按照我的法子来执行下去。行，那一切就按照你说的做。在这个月内，我们县委不会干预你们酒厂的具体操作。同生80年代，工厂即将倒闭，我用20人的团队，就让工厂盈利100万。李兄弟，真是太感谢你了。只是现在国营酒厂就是个乱摊子，3个月的时间营业额提升10倍，这实在有些太困难了。放心吧，老胡，今天你就协助公安和工商处理一下假酒的事情，明天早上你就将酒厂全体员工都召集起来，开个动员大会。好，那我呢？接下来干什么？前面几天你跟我一起去酒厂，等新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你就负责去外面跑市场。
新产品跑市场，市场这块今后我交给你负责。当然了，你也别担心，我会从酒厂挑选一批人组建一个销售团队。成，我一定将这活干好。第二天一大早，胡庆志便召集了酒厂的所有员工。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就是咱们国营酒厂的顾问李大宝同志。来，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知道大家压根不相信，在3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将营业额提高10倍。这样吧，要是相信的话，3个月内就跟着我一起好好干。等完成我给酒厂制定的目标后，每个人都会发一笔奖金。不相信的，从今天起可以不用来上班，工厂会发放你们原先80%的工资。我的话一说完，员工队伍中便立马炸开了锅。我天，3个月不用来上班，还会领到原先的80%工资，这岂不是美翻了？就是啊，鬼才相信这小子能完成协议的目标呢，还给发奖金，到时候累死累活3个月，还是拿以前一样的工资，标吧。此刻，员工队伍中已经有人开始嚷嚷着要选择回家。老胡，你立马安排人将选择放假回家的员工名单登记一下，等他们离开了，我们再接着召开大会。大约半个小时后，国营酒厂一共400多员工，还剩下350多人。恭喜你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接下来你们只要听从胡厂长的安排，我保证3个月后每个人能收到不低于200元的奖金。多少？200元？我天，每年的工资也就300多块，一下就奖励200块，都顶上大半年的工资了。就是要真的能发200块钱的奖金，我立马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酒厂员工的热情顿时被点燃了起来。我身边这位是王伟先生，他是我的助手，将来会全权负责酒厂的销售工作。我希望打造一支销售团队，要是有想要做销售酒水工作的，可以找胡厂长报名。大家好，我叫韩雪飞，今年21岁，江源县城人。我虽然刚进酒厂，对于销售不是很熟悉，但我可以学。没想到他最初竟是这里的员工。前世韩雪飞可是我事业上的左膀右臂，只可惜前世刘丽丽对他一直很有敌意，逼我辞退了他。你当然可以加入销售团队，不过我有个要求。要求？什么要求？你是不是家里有人给你说了一门亲事？对，刚说了没几天。你怎么知道这事？你不用管我是怎么知道这事，我的要求就是你立马跟这男的断了，而且断得越彻底越好，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前世韩雪飞嫁了个嗜赌如命的老公，输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致使孩子病危无钱医治，心灰意冷的她最终从医院楼顶跳了下去。我话一说完，韩雪飞顿时有些懵了。为什么要跟他分了呢？我觉得他人还不错，看起来也挺有礼貌的。实不相瞒，我会算卦，这一次酒厂造假的事情就是我算出来的，还有中秋节前国营饭店下毒的事情也是我提前算出来的，不信你可以问他。是，大宝没有说谎，我可以作证。听了王伟的话，韩雪飞立即瞪大了双眸。你真的会算卦？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这2天你提前下班，然后去味精厂门口盯几天这家伙，看看他去哪里就知道了。难道他在哪里上班你也算出来了？这个对我来说并非难事，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盯他2天，记住千万不要被一个男人的表象所迷惑。面试到此结束。韩雪飞离开后，我看向王伟，大宝，我看要不你就在我家住下来吧，省得天天还要往回跑。没事，从县城到清水公社，自行车骑得快的话，也就1个多小时的路程。以后要是忙的时候，我自然会住你家过夜，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王伟，你独身一人应该找个对象了。我这从小父母双亡，家里就剩我自己，找个媳妇不容易啊。你小子又不是不能赚钱，我给你偷偷算了一卦，你跟韩雪飞或许有这个缘分。听了我的话，王伟顿时有了勇气。他今天看到韩雪飞第一眼时，就觉得有些心动。行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今后就看你的了。说完，我便离开了。与此同时，韩雪飞也偷偷提前来到了县味精厂的门口。好你个王八蛋，欠了老子的钱还想躲？我告诉你，今天要不将钱还上，今天哥几个就废了你。强哥，你就行好，再宽限我几日，我一时半会上哪凑1000块钱还你。这样吧，这辆自行车虽说我都买了快1年了，也能转手卖个100块，就先抵给你。回一边去，欠老子1000就想用1辆自行车抵账，你当老子是好糊弄的？强哥，我现在身上真的没啥钱了，不过你放心，家里前几日刚给我找了个对象，就在国营酒厂上班，等我找个理由从他那先搞点钱来，铁定还你。这才像话嘛！既然你能搞到钱，那就再来赌场试试运气，说不定翻本了呢。到时候不仅能将欠我的1000块钱给还了，你还能赚点不是？对，强哥，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我从那女人身上搞到钱，就先上你那再试试手气。我觉得这2天我手气好了很多，就今天在道上都捡了2毛钱呢。大汉们推着李军的自行车就离开了。此刻韩雪飞心中愤怒不已，没想到这是个嗜赌成性的家伙。没人王大娘还说这李军一向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幸好听了李大宝的话，要不然我的后半生可就全毁了。韩雪飞没有打算离开，而是径直走向李军。刹那间，李军有些愣住了。韩雪飞，你咋今天从这里走了？酒厂不是在西面吗？你下班怎么不回家，坐在这巷子里做什么？我这不正准备回家吗？没想到这地有点不大平，刚才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对了，你上次相亲的时候不是有辆自行车吗？
我自行车被人给偷了。对了，雪飞，能不能借我几百块钱用用？我先去买辆自行车。你放心，这钱我很快就还你了，我家里有钱。不好意思，我今天来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告诉你，我们两个不合适。雪飞，咋回事？怎么突然就觉得不合适了呢？先前你不是对我印象挺好的吗？你自己干过什么心里清楚，现在让开，要不然我去派出所报公案了。说完，韩雪飞便不想跟李军这家伙再废话，转头就走了。翌日清晨，韩雪飞一脸沮丧地来到酒厂。怎么，你看清那家伙的真面目了？韩雪飞也没有隐瞒，直接点了点头。昨天我按你说的去了味精厂，那家伙不光嗜赌，还撒谎说自行车被人给偷了，还有脸跟我借钱，要去赌场翻本，真是混蛋！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给你算过一卦，你命中注定的男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你可要好好把握住机会。说完，我便离开了。一时间，韩雪飞目光跟王伟对视到了一起，一瞬间心跳竟然加速了起来。难道李大宝说的那个男人就是眼前的家伙？王伟此刻也是有些慌了神。那什么，我早上也没吃饭，我去吃点。韩雪飞望着王伟那一副苍忙失措的样子，却忍不住抿嘴笑出声来。台长您好，我们是江源县国营酒厂的，这次来海东电视台就是想要打个广告。这位同志，不知道你们想在我们海东电视台打什么样的广告？我们希望柜台能重新给我们酒厂拍摄一款属于我们的广告。至于广告费，我们江源酒厂愿意每月出1000块，让这条广告在饭点时候滚动播放。每月1000块。谭台长，我们立酒的广告时间也就在15秒左右，所以我给出的价格并不是很过分。另外，海东电视台的节目比较单一，我会帮你策划几个节目，绝对会让电视台收视率直线上升。谭正强听到我说的这句话，眼神直接亮了起来。李同志，你真的有办法？当然有办法。李同志，你快点说说。谭台长，要想让老百姓都看咱们海东电视台，必须要有好的内容。我建议谭台上立即动用整个海东电视台的资源，拍一部电视连续剧。啥？拍电视连续剧？可咱们拍什么呢？自然是拍一部家喻户晓的电视剧《水浒》。可这得花不少钱。先拍个7、8集，需要资金超不过10万。只要每一集结尾给3家企业打个广告，那8集算下来就是20几家企业。要是赞助拉得多，电视台还能赚上个几万块。到时候再把录像带卖给其他电视台，这收益……听了我的话，谭正强眼前一亮。行，李同志，那就按照你说的法子办。我现在就写一个具体方案向上面汇报一下。另外，至于你们立酒广告的事情，放心就是了。我点了点头，将广告创意告诉了谭正强。王伟、雪飞，省供销社那面就交给你们了。尽量今天就将他们搞定，明天开始咱们的利酒就能发货了。为了节省时间，供销社那边你们2个人去，我跟秀楠去一趟报社。下午5点左右，我和赵秀楠来到省城国营大饭店门口，不久后便看到王伟和韩雪飞有些垂头丧气的走了过来。大宝，对不起，供销总社我们没有谈妥。我听后顿时眉头微微一皱，不应该啊！售卖价5元，我将进货价定到了3块5，其中每瓶1块5的利润超过了市面上其他的牌酒，怎么回事？供销总社那边是怎么说的？一开始供销总社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说的还挺好，可以售卖咱们的利酒，可后来他接了一个电话之后，便对我和学飞抱歉说，刚收到通知，供销总社不打算进新酒品了。好了，供销总社不进新酒品，这事也怨不得你们。等明天我们再去一次，直接找他们供销总社的主任不就得了？大宝，供销总社的主任据说很难见到，我们今天去的时候就说要见他们主任，但人家根本就不见我们，所以最后才见到一个工作人员。是我们从供销社工作人员的口中得知，这个供销总社的主任脾气很古怪，一般人根本就见不到他。放心吧，明天咱们肯定能看到他。报社我已经拿下了，花了500块，要了个醒目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拿下省城国营饭店。大宝，省城国营饭店的工作人员那一个个牛的，鼻孔都朝天了，普通服务员都是这样的态度，更别提国营饭店主任了。没事的，我有办法。说完，我们便走进国营饭店。同志，麻烦你帮我通知一下你们饭店主任，就说我是来拯救你们国营饭店的。这位同志，你莫非是脑子有点问题吧？我们国营饭店好好的，用得着你来拯救？你还有事没事？没事的话就赶紧走吧。同志，不管你信不信我，帮我通知你们主任一声，北方熊国的贵宾接待，我能帮他搞定。听到熊国贵宾这4个字时，服务员立马神情微微一怔。同志，那你稍等片刻，我这就去通知主任。服务员说完，便立马朝着楼上跑了上去。不久后，一男子从2楼上跑了下来。小同志，你真的有法子让我们国营饭店这次接待好熊国的考察团？那是当然，修主任愁的是没人会做熊国的菜品。可不是吗？咱们海东国营饭店也有不少厨师，但对于熊国那边的菜品的确是不会做啊。小同志，你去过熊国？修主任，虽然我没有去过，但熊国的几道美食我可是拿手的很。顿时，修玉东愣住了。你真的会做熊国的菜品？没诓我？没诓你。熊国考察团是后天来海东省吧？那到时候我来国营饭店亲自招待他们。小同志，这次你要是真的能帮我们国营饭店招待好熊国考察团，我一定好好答谢你。修主任客气了。其实我今晚来国营饭店本来也是找你帮忙的。我来自江源国营酒厂，
我们酒厂最近推出了新产品。小同志，我明白了，你是想着让我们国营饭店售卖你们这款新酒？我们这款利酒虽然只是新品，但我保证很快就会供不应求。行，小同志，要是你真的能帮我接待好熊国考察团，我们国营饭店会将重点推荐你的产品。不光如此，省城其他16家国营饭店也都如此。那就多谢修主任了。随后我将需要的食材写了出来，写完食材后，便跟修玉东道别，带着几人离开了国营饭店。你咋还会做熊国的菜品？也是从报纸上学的？算是吧，我其实也就是试试运气。今晚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就去供销总社，顺利让我们利酒进入省城。不过大宝，我总觉得供销总社那边可能比国营饭店要困难得多。是，国营饭店这边恰好有熊国考察团前来，供销社那边咋整？放心吧，供销总社我是志在必得，明天你们瞧好就是了。说完这话之后，我和赵秀楠便去往姥姥。姥姥，你还没睡呢？没有，这不担心你们2个大晚上还不回来，万一在外面。姥姥，你说什么呢？我们哪里会？你这丫头！翌日清晨，我们便朝供销总社走去。又是你吗？不是昨天说了吗？我们供销总社这边不会售卖你们酒的，怎么还来？同志，供销总社会不会售卖我们的酒？恐怕你说了还不算吧？我们是来找你们供销总社马主任的，还请带我们过去。你小子又是哪里冒出来的？我们供销总社是不会售卖你们酒的，怎么还不死心？赶紧走，要不然的话，我让保卫处以寻衅闹事将你们抓起来。好，你最好让保卫科将我抓起来，要不然这样不用你们保卫科的人动手了，直接给奇异果打个电话，你就问他敢不敢来抓我。此话一出，工作人员顿时额头的冷汗冒了出来。怎么不敢打？要不然带我去你们供销社电话旁，我亲自给奇异果打一个。同志，误会，都是误会，就这么点小事，哪里还需要惊动齐局长？不是找我们马主任吗？我带你们去就是了。说着，这家伙便带着我们朝着供销总社的2楼走去。马主任，这几位是从江源县过来的，他们想要跟我们供销总社合作。江源县来的，我不是说了吗？暂时咱们供销社不会售卖他们的产品吗？你怎么还将他们领上来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让保卫科撵走就是了。马主任，这位同志似乎跟省城齐局长认识。听到这句话，马国良顿时神情一怔。马主任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大宝，来自江源县国营酒厂。李同志，虽说你跟齐局长认识，但你们的酒水……那我能问问，为何咱们供销社不能销售我们的酒水？李同志，其实我们供销社已经有一款相似的产品了，无论销量还是知名度都还不错。马主任，从今天开始，海东日报和海东电视台都会有我们产品的广告。另外，我们的产品将会成为这次熊国考察团的招待专用酒。马国良瞬间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问道：招待专用酒，你说的是真的？招待专用酒，你说的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你可以现在给国营饭店的修玉东打电话。他竟然连熊国考察团的事都知道，看来这小子的背景不简单呢。马主任，该说的我都说了，不过有一点我需要提醒你，要是在熊国考察团接待宴会后，有领导还想喝我们的利酒，却在省城供销社买不到，那是可能要你辛苦解释一下了。我说完这些后转身就走，而马国良内心突然有些慌了。李同志，先别走，我也没有说省城供销社不售卖你们的产品。马主任，难道你现在改变主意了？李同志，我想了一下，相比之前，我觉得利酒可是咱们海东本地的企业，省城供销总社没理由之售卖外地的酒，而不帮助咱们海东当地的企业，是吧？好，既然马主任这么诚心要售卖我们的产品，那我们便好好谈谈。1个小时后，我们走出省城百货大楼。大宝，你真是太牛了！本来你转身离开那会，我以为这事黄了呢，没想到那马主任还真的改口了。大宝，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明天熊国考察团就要到了，你是不是应该去国营饭店那里好好准备一下？不用了，今天好好休息就行，剩下的交给我。翌日清晨，我早早就来到国营饭店备菜，而国营饭店的厨师们对我的做法质疑起来。邱主任，这家伙整的是什么玩意？熊国人喜欢吃这个？我看压根不如咱们做一桌红烧排骨、辣炒鸡来的好。就是他做的是菜嘛，怎么看起来像是熬了一锅屎，感觉狗都不吃。这玩意真可以吗？熊国人喜欢吃这个？邱主任，你放心好了，他们肯定喜欢吃。中午12点。熊国考察团准时到达国营饭店，修玉东匆匆忙忙跑到后厨。李同志，考察团已经到了，现在可以上菜了吗？可以。当熊国人看到桌上的大列巴、罗宋汤、蔬菜沙拉还有土豆炖牛腩时，眼睛都瞪大了。这些家伙立马大口吃了起来。哈拉少，哈拉少。修主任，这次准备的菜品还不错，托洛夫斯基都说很棒。听到这句话，修玉东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刘先生，这次的宴会我非常满意，能否将这次宴会的厨师喊上来？我要当面感谢他。修主任，快点将这次宴会菜品的大厨喊上来。修玉东应了一声之后，便立即屁颠屁颠地跑向了后厨。李同志，这次多亏了你啊！真没想到熊国考察团居然对你做的菜品会那么喜欢。修主任，不用客气，我帮你也是为了帮我们利酒。李同志放心就好，今后我们国营饭店肯定会主推你们江源酒厂的利酒，而且但凡是海东省招待宴会，都会将利酒作为招待用酒。那就多谢修主任了。
今后你们国营饭店有什么菜品方面的需要，给我打电话便是了。李同志，熊国考察团对你做的菜品非常满意，那位托洛夫斯基非要见一下你，想要当面敬你一杯酒。不一会，我们便来到2楼。兹德拉斯特维杰，没想到我这句熊国语言一出，整个大厅众人全都愣住了。好，怪不得能将我们家乡菜做得这么正宗。来来来，我敬你一杯。我不动声色，举起酒杯。先生，很感谢你对我做的菜认可。另外，我们很注重礼尚往来，这次换你尝尝我们独有的利酒。这酒确实不错。不一会，托洛夫斯基便和我谈起了生意上的事。没想到这个托洛夫斯基是做石油起家的，我记得再过1个月，国际石油可是暴跌300%。到了那时候，托洛夫斯基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次石油暴跌倾家荡产，我要帮他一把。毕竟以后要是跟熊国做贸易，能用得着他。我将未来将要发生的事说了个大概。托洛夫斯基听后大为震惊。李先生，你刚才的话不是开玩笑吧？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接下来的事很快就会应验，你若不信，那咱们拭目以待。李先生，希望今后我们能成为朋友，以后你能来我们熊国做客。好。自从我将烤肉的制作方法交给国营饭店后，国营饭店的烤肉便在省城爆火了起来。大宝，你知道今天供销总社那边销售了多少瓶礼酒吗？多少？截止到晚上5点，供销总社那边一共销售了860瓶礼酒。国营饭店这边呢？国营饭店具体的数量还没有出来，但我估计省城10多家国营饭店，差不多也能有800来瓶。我听完，眉头微微一皱。每天1600瓶，数量还是少了。啥？这还少啊？一天1600瓶，销售额可是近1万块钱呢。1个月下来，光是省城就有30万的销售额。省城可是目前我们利酒最大的销售市场，海东其他大城市销售量都未必能有省城的一半。在我的预想中，省城每天至少3000瓶的销售量才算合格。我天，3000瓶一摊！放心吧。不出半个月，利酒在省城的销售量绝对可以突破3000瓶。对了，明天我就先回江源县了，省城这边辛苦你们俩盯一下。放心，有我俩在，保证完成任务。刚从国营饭店出来之后，便看见奇异果走了过来。大宝，来省城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要不是我看报纸上熊国考察团的照片，还不知道你来省城了呢。齐局长，我这不是来推销产品吗？所以便亲自来跑一趟。你小子可以啊，回去才多久就整出一款利酒出来。对了，小李，有没有时间？有些话想要跟你谈谈。我点了点头，便跟奇异果走了过去。大宝，你这次接待熊国考察团，我可是听到上面好几个领导表扬你了。是吗？齐局长，你是专门跑来找我，不会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事吧？这个事情只是顺带的，我来主要是感谢一下你。看来齐局长肯定查过你小舅子了吧？对，上次你说了这事之后，我就亲自去查了一下我那小舅子，没想到他居然打着我的名号干了许多荒唐事。更可恶的是，这混蛋竟然还跟人合伙开设赌场。那不知道齐局长是怎么处理的？这混蛋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我自然不会轻饶他。我将赌场查封了，将他也抓进公安局了。这次我非要好好让他尝尝记刑不可。这家伙果然还是跟前世一样，不徇私不枉法。大宝，真的是多谢你提醒。你不知道，现在上面正在考察我呢。要是顺利的话，我年后便会调往龙城了。可倘若我小舅子这是被人举报的话，我怕。齐局长客气了，还是你自己有这个魄力，不徇私不包庇。放心吧，过着这一劫，你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奇异果听到这话，眉眼一动，对我感谢一番。我们闲聊了一会后，奇异果便离开了。翌日下午2点左右，我们赶到江源县。我们没有直接回清水公社，而是先去了国营酒厂。现在酒厂每天的销售情况怎么样？大宝，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咱们利酒一共出货6200瓶，营收为31000多块。要是后面稳定这个出货量的话，到年底的时候应该能达到300多万元。这个出货量还是少了。我跟国营酒厂签订的协议可是营收要是去年的10倍以上，光是利润就要达到200万元。要不然我看你签订的那个合同作废吧，反正你能帮助国营酒厂扭亏为盈，对于我们酒厂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放心吧，我既然敢跟国营酒厂签订这样的协议，那肯定是有把握的。胡厂长，继续加大生产，再过半个月利酒的销售肯定会增加好几倍。胡庆之沉默片刻，抬头问道：大宝，咱们酒厂要是扩大生产规模的话，应该扩大多少比较合适？人员至少要增加1半，等再拿下周边的几个省以及龙城、魔都，销量便会是现在的10倍甚至100倍。所以现在的工人根本就不够。我现在就安排人去办。